苏西死后，才得知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一本名为《末世假千金》是万人迷的小说，而他是书中的炮灰真千金。假千金闯祸，他挨刀；假千金遇险，他拼命。假千金哭2声，4个渣哥就抢了他的医保。最后，他被榨干价值，遗弃在血魔巢中，死无全尸。可能是上天见他死得太惨，他居然重生了。现在是什么时间？苏西打量4周，终于确定他重生在了末世爆发后的第3个月。这时间点是认真的吗？别人都是重生回末世前好抢占先机，囤积物资，我这是捡黄花菜吗？对了，苏西顺着货架走到底，从最里端的杂物架下方拉出一个纸箱。苏西心中警铃大响，前世就是他捡医宝时被叶心柔撞到，叫来几个渣哥，连抢带哄夺了这医宝。这一次他提前1天，居然还能被叶心柔撞见。姐姐，你捡到医宝了，我去喊哥哥们来。妈，大哥，快来，姐姐捡到医宝了。苏西没有去拦。巴啦啦能量，乌卡拉卡，小魔仙变身。恭喜你成功吸收一宝巴啦啦小魔仙魔法棒中的能量，获得百变无敌技能。催动技能，你便能变身为周身3米内任何一个未被污染的生物。完成变身任务，可获得永久变身能力，还能获得所变生物的天赋能力。消化完这些信息，苏西双眼亮得吓人。这个技能上限有多高，未来有多恐怖，不言而喻。如今他已成功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完全没必要再留下。姐姐，你要去哪儿？妈，大哥，心柔没骗你们，姐姐真的捡到医宝了，就在她背包里。苏西，心柔说的是真的，拿出来看看。不行。见苏西拒绝，几人眼神都带了不满。姐姐真的好幸运，相比之下，心柔真是羞愧，刀都提不动，只能给妈和哥哥们拖后腿。你可是妈妈的小棉袄，怎么会是拖累呢？苏西，你是姐姐，要懂得让着妹妹。这个医宝先给她用，快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心柔从小娇养着长大，没点自保能力，这个医宝就先给心柔吧。确实，这样我们也能放心。大哥叶明川没说话，但那冰冷的眼神表明了态度。哼，你也知道自己老拖后腿啊，都末世3个月了，还连衣裙配高跟鞋，你是想害死谁吧？妈，哥哥，我没有，我真没有想害任何人。你这一鞭子要是抽实了，苏西不死也得老三，住手！哼，为了抢我的医宝给养女，你们是真下得了手。从今天起，我苏西和你们叶家断绝关系，从此大道朝天，互不相干。说完，苏西翻身从窗口一跃而下。哥，快拦着姐姐，她带着医宝出去，很容易被人盯上的。苏西，只要你现在回来认错，我们就还认你这个妹妹。狗屎！是精神系攻击，渣老大出手了。果然，叶明川站在商场2楼的窗口，正一脸黑沉地看着他，身旁是叶家众人，皆脸色不善。缓了一会，苏西忍着头晕恶心，吃下一片面包，又掏出水喝了几口，然后强迫自己入睡。只有休息好、恢复好，才能有精力独自应对这残酷末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道渗人的嘶吼划破死寂的夜晚，一对男女正被几只红魔紧追不放，眼看就要被追上，男人突然一把拽过女人冲出去。这就是末世，你永远不会知道那致命一击会来自何方，出自谁手。很快，女人被血魔啃噬的只剩下一堆白骨，旁边被鲜血染红的双肩包里鼓鼓囊囊的，目测装了不少东西。苏西悄然冲到马路中间，拉起双肩包，打算快速返回。怎么样，发现可疑人员了吗？四周我探查过，没见到人。我们查了3栋楼，发现有一栋内有脚印，顺着摸查，那人很可能翻墙离开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从这小区出来？没有，我们一直守着大门，没见到有人出来。这么多人，外加异能者，就为了一背包物资？走！一切恢复静寂。苏西立马从树上下来，顺着围墙向前狂奔。他记得前方拐弯处有一个下水道，之前末世爆发没几天，叶心柔曾路过此地，差点被一只异变老鼠咬到。几个渣哥便将那异变老鼠连带下水道里的生物全部斩杀。线下倒是帮了他，下水道四通八达，可能是他现在脱身的唯一办法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男人被打得满身是血，惊恐的不停磕头求饶。我真的没有捡什么背包，我这2天一直都没出过门。其余几人很快将整个房间搜查一遍，那人摇头，没有，既无用，那就杀了，继续找，掘地3尺也要给我找出来。这些男人连求饶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就被冻成了冰雕。小区内一个个火球砸下，周围的绿植烧成一片火海。苏西之前藏身的大树被一个足球大的火球砸中，瞬间燃起熊熊大火。你去看看4周有没有下水道什么的，进去看看。
此时，苏西瞪着眼前这道墙，想打人。前路被堵，后路追兵，难不成天要亡我？突然，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黑色小蚂蚁，可进行变身。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蚂蚁3个小时，时间到便会结束变身。日后此类生物将被剔除可选行列。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任务：以蚂蚁之身存活24小时，移动比自己重的物资，行走1万步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蚂蚁的能力，同时获得升华版的蚂蚁天赋万象之力。请进行选择。真是绝境逢生啊！苏西当即便决定进行变身，又突然想到，为何那些人如此紧追不舍一个背包？不行，先把背包搜查一遍再说。很快，一根镶绿宝石的楠木簪显露出来，还真有一宝，还是空间系的。前世魂飘的那6个月，他见过不少人激活异宝的场面，这古风楠木簪就是其中之一。这里有个下水道。成功了！苏西精神一振，意识出现在一个封闭的空间，来不及欣喜，就听到有急促脚步声快速接近。收！我选永久变身。你已选择永久变身，变身开始。嘿嘿。紧跟着，一群人快速冲了进来，火球、强电筒将过道照得通明。这个女人为了躲避末世小队的追击，跑进下水道，变身成一只小蚂蚁。紧跟着，一群人快速冲了进来。我去，光线这么亮，不会发现我吧？好在那群人扫视一圈，根本没注意到地上有一只小蚂蚁，便迅速撤离。这关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。接下来的尽快完成变身任务，才好去大展身手。最后，苏西找到一根风干的木屑，估摸着比他现在重一点点。每走一步，代表距离的数字组也跟着变化。5分钟后，照这个速度，1000步就是50分钟，1万步就是500分钟，加油！昨晚到现在没吃什么东西，又忙了2个小时，苏西现在急需填饱肚子。缓了下，苏西开始抱着松软的面包大快朵颐，吃到撑，面包也就少了微不足察的一个小坑。恭喜你完成变身任务2，拖拽比自己重的物件行走1万步。现在只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睡一觉，等待变身时间结束。苏西爬上墙，躲进一处裂缝中，将自己藏好。下一秒进入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这声音越来越近。突然，在经过苏西时停了下来。苏西猛然警醒，来不及思考就往后猛退，一根尖锐的东西刺在他刚刚的位置。异变生物！苏西警惕地看向洞口，是异变的红眼毒蛛。这玩意本就是蚂蚁的天敌，加上变异，根本不是我此刻能对付的。看来只有等到完成变身任务，获得万象之力，才能逆转局势。苏西赶紧查看脑海中的任务进度，还剩最后1分钟，苟住！妈呀，救命啊！恭喜你完成永久变身任务，获得变身小蚂蚁的能力，以及蚂蚁的升华天赋万象之力。苏西只觉一股暖流在体内涌出，蔓延到4肢百骸，全身上下充满了神奇的力量。哇，这就是万象之力吗？现在就拿着小小毒蛛试试水，结束变身。空间受限，无法进行变身。苏西跟着冲出洞口，结束变身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？这才是姐的本体。小样，受死吧！外面什么声音都没有，一片死寂，整个小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，可见昨晚那些人有多气急败坏。躲到安全的地方，苏西开始盘算接下来的事情。蚂蚁虽然体积小，隐蔽性强，但移动速度太慢了。如果能获得一个速度类天赋叠加一下，就完美了。以速度见长的生物猫，但以现在的生存环境，未异变的猫很难存活。一只异变鼠就能碾压一只未异变的成年猫。除了寻找符合变身的生物，第2个重点就是寻找异宝。前世我魂飘的6个月，倒是见过不少异宝。苏西当即将前世遇到异宝的地点都仔细回忆一遍，牢牢记在心中。最后一件事就是物资了。末世3个月了，想找到野生物资全凭运气。现在已经和叶家决裂，那我拼命寻来的物资肯定要拿回来。思及此，苏西顾不得休息，立马动身前往叶家所在商场。叶家物资都存放在商场1楼大厅，一个由扎老二用土系异能打造的密闭堡垒。4周还有保镖24小时无死角看守。苏西变身成小蚂蚁，悄然爬向商场。进入商场后，苏西抬头就看到门后藏着一个身形精瘦、目光凌厉的大汉，是龙11。他是叶家雇佣的退伍特种兵，身手了得。除此之外，商场内还有4个人，隐藏在各个方位，都是无异能的普通人，根本发现不了变成小蚂蚁的苏西。很快，苏西到达大厅中央的堡垒。这堡垒浑然一体，只在顶部留了一扇天窗，这样站在2楼，透过天窗就能看到堡垒内的情况。苏西顺着墙体向上爬，决定在天窗上开洞。墙体太厚太坚硬，挖起来很费时间。一道微不可察的声音响过，玻璃被砸出一个小坑。4周平静如初，显然没发现这里的异常。苏西从洞口钻进堡垒，悄然变回人形。把物资收进空间，必须要他接触到才行。蚂蚁太小，行动起来太慢。收。正收得起劲，外面突然响起刹车声。
张老大居然提前回来了，以他的习惯，每次回来都会第一时间清点物资入库。思及此，苏西加快速度将整个库房锁而空，撤退。老三，快拿药来！龙二、龙五受伤了。苏西趴在3米高的堡垒上，将下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。受伤的龙五整个后背一片焦黑，一看就是被火系异能攻击了。紧接着又抬过来一个人，那人右腿裤管高高卷起，露出青紫发黑的小腿。这是冻伤，应该是冰系异能造成的。这2人基本没救了，除非叶老大能找来治愈系异能者。治愈术相传可活死人、弱白骨，治疗这些伤肯定没问题。大哥，他们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居然还有人敢伤我叶家的人！是一个猎宝小队，对方3个异能者，还全是攻击系的异能。龙二后背被对方的火球砸中，龙五被对方冰系异能冻住了一条腿。要不是大少爷及时反击，二少爷跟着竖起土墙阻挡，给我们争取撤离的时间，我们恐怕都要交代在那。少爷，龙二、龙五他们还能救吗？叶老大不知如何开口，一旁的叶心柔突然眼眶含泪道：“龙二、龙五是出去找姐姐才受的伤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会尽力医治的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保镖看向叶心柔的眼神都带着感激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，你们跟了我，为我办事，只要不背叛叶家，无论何时，我叶家都不会放弃你们。一时间场面温馨不已，只有苏西被天降的大锅砸得直跳脚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明明是出去找物资的，出事了就往我身上扣。他现在拥有万象之力，刺叶心柔2下，保证让他今生难忘。突然一阵妖风起，破开大门，呼啸而过。叶家4渣下意识地将叶心柔护在中间，只有小蚂蚁苏西被狂风卷起，一头撞在墙上。是风起的邪门，11，快把门关上！大家看看有没有受伤，守卫报备。1位正常，2位正常，3位正常，4位正常。看来只是一阵风，大家不必慌。30米外的墙面上，苏西不服，却也明白了，有天道守护，他若想对付女主，受伤的只会是自己。但他既然能重生，能护住自己的医保，就说明剧情不是不可变的。仙狗发育，静待时机。重生归来的炮灰女配看到绿茶女主就想给她一拍，结果半路被一阵妖风推翻，差点交代了小命。这可是室内啊，喂，还有天理了吗？苏西收拾好心态，准备偷偷去把门口的悍马和越野车收了。结果看到叶老大拉着叶心柔神神秘秘的离开。心柔，这是我意外获得的，给你，你找出激活办法进行融合。异宝，我说呢，打得你死我活，果然是跟异宝有关。手术刀为载体，这不会是治愈异能吧？要知道，异宝属性和异宝载体有一定的关联，比如苏西的百变技能载体是一根变身魔法棒，叶老三的植物系异能载体是一个盆栽，叶老二的土系异能载体是一个泥人，叶老大的精神系异能载体是一颗水晶球。叶心柔紧紧握着异宝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大哥，这是你们拼命得来的异宝，给我吸收，真的可以吗？怎么不可以？这是我和老大发现的，我们愿意给你，你就拿着。是谁昨天还因为没有异能，觉得自己是拖累哭鼻子的？二哥，你再取笑人家，人家不理你了。苏西悄然后退，向着装满物资的悍马跑去。快让让，龙二龙五有救了！心柔觉醒了治愈术。在场众人都呆了呆，反应过来，纷纷激动又惊喜地看向叶心柔。真的，小姐真的觉醒治愈术了？这么大的事还能有假？心柔，你先给龙二看看，他伤得重，等伤情稳住，再给龙五看腿。是，大哥。叶心柔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伸手虚按在龙二伤口上，柔和的白光从他手掌发出，笼罩住伤口。龙二，我也是第一次施展异能，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可一定要说，我好调整。龙二受宠若惊，我只觉得背上暖暖的，还有些痒，其他的没有任何不舒服。大小姐，感觉到痒，这么快？你们看，他的伤口真的在愈合，治愈术也太神奇了。有了这个，我们以后受伤都不用怕了。一个团队一旦拥有一个治愈师做后盾，存活率、战斗力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此时，众人心里都有一个想法：抱紧叶家这条大腿。这么快就找到激活方法，真不愧是天道宠儿。苏西趁着众人注意力都被叶心柔吸引的空跑，又立马跑向后面的越野。收完了车，苏西头也不回，转身就跑。车可是大件，很容易被发现，跑得慢了可就跑不掉了。叶心柔立即收手，整个人都有些虚弱。我现在只能做到这种程度，应该能暂时稳定住龙二的伤势。要想痊愈的话，还需要多治疗几次。能保住命就好，有你的治愈术在，总会好的。是啊，心柔，你刚觉醒治愈术，不要太勉强自己。心柔，来喝口水休息一下。谢谢哥哥，我没事。老板，车不见了。这么大一个车怎么会不见了？没听到车响吗？我一直守在这，没听到异响。那么大一个车，不可能凭空消失。障眼法，什么也没有，车真的消失了。物资，我们的物资会不会凭空消失？叶老大神色大变，带着叶老二赶忙跑向堡垒。是谁？是谁干的？嘿嘿，这一趟简直赚翻了。苏西美滋滋往角落爬了爬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开始休息。一夜好眠。清晨，苏西伸了个懒腰，从角落里爬出来。
强哥，叶家人真把那个异宝激活吸收了？有人？什么时候异宝这么好破解了？前后还不到半个小时吧？对方确实获得了治愈术，好像是叶家的小女儿，还治好了被我们重伤的2人。这下真要打起来，若是不能一举击败对方，拉扯起来，我们肯定耗不过。但这一仗肯定要打，3天之内痛失2个异宝，老大肚子里憋着火呢，异宝没了没办法。当然咱们可以抢过来了。叶家那小妞我见过，长得不赖。叶家在末世前也是豪门，抢来给老大当女人也不错。3天内痛失2个异宝，这群人不会就是被我抢了异宝，又和叶家对拼的那伙人吧？又有人来了。苏西往窗后躲了躲，透过窗户间的缝隙偷偷看向门口，一个男人大步走了进来。老大。苏西看清此人长相，瞳孔微缩，此人正是叶心柔的忠犬之一，未来最大猎宝组织夜宴的幕后大 boss 陆燕。谁在那里？这声沉喝将苏西拉回现实。他看到我了？不对，我躲得很隐蔽，那就是我刚刚走神盯着他看，被他察觉到了，好敏锐的洞察力。苏西承受着身边传来的恐怖压力，有些纳闷。这次我护住了自己的异宝，改变了剧情走向，结果隔天叶心柔就重新获得另一件异宝，还提前和陆燕扯上了关系，怎么感觉我的处境比上一世还不妙了？得抓紧时间把那2个物资点收了，今早出发去良城收集异宝。3个小时后，苏西顺着记忆找到这里，大桐树废弃厂区都对上了，是第1个物资点没错了。苏西扔了个石头进去，厂区内依旧一片静寂，像一座死城。厂房里面横七竖八堆满各种化工废桶，应该是存完物资后做的掩护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轻轻松松就能将这些废桶搬开，但这样做势必会闹出动静。谨慎起见，苏西变身小蚂蚁的形态，顺着桶与桶之间的缝隙，很快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。爬到地下，苏西又屏气听了听四周的动静，没有异常。他直接取消变身，取出一把手电打量地下室，其中一面墙下堆满了物资。苏西毫不客气，将其全部收进空间。收完已经是晚上10点多。苏西简单吃了东西，喝了水，再次变身小蚂蚁，顺着墙壁回到地面。他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再去第2个物资点。第2天天蒙蒙亮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似乎是直冲这里来的。难不成是那藏物资的老板提前过来提货了？叶老大，就是这，我老板之前买了不少东西，还是我帮着搬的，就藏在厂里的地下室。这些废桶和外面的杂物，我当初做了记号，现在都还没被移动过，物资应该也没事。这些废桶里都装满了水，特意让工人用机器堆进去的，用来封堵入口。轻的40-50斤，重的100-200斤。我这个月每天用半块方便面顶着，都没吃饱过，虚的厉害，是搬不动了。还请叶老大想办法把这里的废桶清理出去，藏物资的地下室入口就在这些废桶下。吴总不必紧张，只要你说的属实，我们自然也不会亏待你。我们先把这里清理出来，拿到物资再说。我力气大，我去把这些桶都挪出来。前世叶家撤离的路线似乎是东南方向，这一世之前的物资被我一扫而空，现在为了这批物资特意绕过来也正常，只可惜晚了一步，物资已经被我全部收入空间了。废桶很快被清理干净，就是这里。不过要是在我老板那里，咱们想进去恐怕只能破门了。我来，走下去看看。苏西趁大家注意力都在地下室，悄无声息地爬出厂房，顺着墙根向大门爬去。没想到刚爬到围墙边，叶老大就带着人冲了出来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又注意到众人都两手空空，叶心柔神色一沉。是吴达在骗我们，这里根本就没有物资。吴达闻言吓了一跳。叶小姐，我真没骗你们，这里确实囤了不少物资，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门堵得好好的，里面的物资却不见了。叶老大，你知道我的，就是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骗人啊。吴达急得直抹汗，目光求助地看向叶老大身后的保镖龙六。他和龙六是同乡，昨天2人意外相遇，吴达相中叶家的实力，就由龙六牵线，用这个物资点作为加入叶家团队的敲门砖。老板，看地下室的痕迹，那里确实存放过大量物资，只是被人先一步弄走了。那些痕迹还很新，应该是刚搬走不久。二哥，会不会是土系异能打地洞进去的？我查看过里面墙壁和地面，没有土系异能的痕迹。那好端端的，那么多的物资总不会凭空消失不见吧？叶老大猛然想到什么，神色大变，他看向四周，精神异能无声展开。围墙边，苏西正奋力前行，突然听到身后异常，立马转身，一只拇指大的异变蜘蛛吊着一根蛛丝从空中滑下，向他扑来。苏西立马做好防备，但蜘蛛却突然噗的一声爆体而亡。苏西瞳孔微缩，来不及细想，立马飞奔狂跑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明明门口堵得好好的，里面的物资却不见了。叶老大，你知道我的，就是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骗人啊。叶明川猛然想到什么，神色大变，他看向四周，精神异能无声展开，而罪魁祸首苏西早已逃之夭夭。在这只血魔背后，跟着乌压压一片血魔。糟了，肯定是我们闹出的动静惊醒了厂里的血魔，他们围过来了。我们快撤！怎么了？老板，外面全是血魔，起码3000只。什么？哪来那么多的血魔？出去行不通了，我们先去地下室躲一躲，
快，老三开路，老二注意防护。龙6、龙7、龙8断后。这边苏西已经到了第2个物资点城西仓库，据说是准备开大超市的老板备货时没租到食品区，就在家具区租了个仓库过渡。苏西一路路过食品区仓库，库门都大开着，显然被洗劫过。往里的家电区也有被翻动的痕迹，但大体还算整洁。随着深入家具区，再没见到被破开的仓库。就是这里了，库门紧闭，里面的物资应该还在。苏西变身蚂蚁从门缝里爬进去，就看到近千平的库房里分门别类堆放着各种物资。这一波赚大发了。忽然，脑海中涌入一股信息流，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小橘猫，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小橘猫3个小时；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以橘猫之躯存活3天，击杀10只异变鼠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橘猫的能力，同时获得升华天赋神级猎手。未变异的小橘猫在哪？检测到目标生物生命力在快速消散，请在10秒内做出选择。变身，立马变身！好不容易遇到个可变身的生物，可不能就这么错过了。苏西凭空消失，原地出现一只胖乎乎的小橘猫。嘿嘿，人长得俊，真没办法，变成蚂蚁腿长腰细的，变成猫也这么可爱。将整片区域逛完，天色已经暗下来，目前囤的物资已经够苏西躺平几年都用不完。苏西在路边找到一棵梧桐树，爬了上去，从空间里掏出一根牛肉干，边吃边观察着四周。透过月光，有些屋子里隐约能看到僵立着的身影，是血魔；有些屋内却跳动着一些猫狗等影子，是异变的宠物。异变动物杀伤力可比血魔恐怖多了，这也是他宁愿睡树上，也不愿摸黑进屋冒险的原因。时至半夜，平静的夜空突然被一道凄厉的猫叫打破，苏西吓得一个机灵，起身观察。漆黑的屋内有一抹柔和的白光闪耀，异宝。突然，白光消失了。被人收起来了，还是被人吸收了？下秒，苏西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直接一跃翻跳到小院围墙内。这是一个老小区，楼道口黑咕隆咚的，忒吓人了。苏西不敢进去，便直接顺着墙往上爬。屋内一片寂静，异宝的光为什么突然消失呢？又是一声凄厉的猫叫，把苏西魂都吓飞了，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。这畜生还真能跑！猫本身就敏捷，异变后各种属性再次提升，难抓是肯定的。哼，再难抓不还是被追死了？敢偷吃我的东西！不行，我得上去把这野猫拿下来，剥皮抽筋才解气。那你速度快点，拿了猫我们快撤。猫叫的这么大声，再惊动周围的血魔围过来就不好了。马上下来了。我的天，怎么了？那猫没死，咬你了？不是，跟我走。很快，2道模糊的人影出现在墙头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好东西，你跟我来就对了。好东西坏了，白猫死的地方正好是我之前休息的地方。刚刚爬上树的那人肯定是看到异宝了，不行，那是我先发现的，谁也不能抢。苏西噌的跳起，快速爬上2楼窗台。是异变兔子，2楼，咱们杀了这兔子，明天吃红烧兔肉。红眼睛，兔子。苏西心中的恐惧瞬间消散，一顶抛碎窗玻璃，向着屋内的白光就冲了过去。屋内有动静，有人想渔翁得利。2楼，快别理这兔子了，先进去抢异宝。靠，异宝不见了！苏西头也不回，一路狂奔，来到一处高楼办公区，确定安全，苏西从空间里取出异宝。异宝居然是一只红海星。海星是水里的生物，要不先倒点水试试？异宝的激活方式千奇百怪，没准真相就这么简单呢。说干就干，苏西立马从空间里取出一瓶矿泉水，伸出小猫爪在瓶身上刺出几个洞，然后把水倒在异宝海星上。1秒、2秒、1分钟过去了，没收到任何提示。方法不对，还是方式不对？苏西又从空间里取出一瓶水和一个脸盆。海星生活在海底，这下给它放到盆底，应该可以吧？时间1分1秒过去，依旧没有提示音响起。看来是不行了，浪费了2瓶水，真造孽啊！突然，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响起，盆里闪现出炫彩的光芒。激活了！苏西一爪子将海星勾起来，一股充满生机的能量涌入他体内。恭喜你成功激活异宝海星，获得异能超凡自愈。只要不死，你所受的伤便会以100倍速度自愈，断肢亦可再生，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。100倍自愈，断肢再生，这么牛的吗？这相当于间接提高了他的战斗力。2人对拼，我捅你一刀，你丧失战斗力；你捅我一刀，我缓一会就能再战，有种自带奶妈的既视感。开开心心的用完早餐，外面已经天光大亮。苏西心满意足的离开，向着附近的超市跑去。畜生！这谁啊？见面就下死手，不过声音听着有些耳熟。没断奶的野猫崽子还挺凶，看你蹦跶到几时！马脸汉子冷笑一声，向着苏西抬了抬手。原本插在地上的大铁钉突然震动起飞，调整角度后，唰的刺向苏西。精细异能者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撤！想跑？苏西怒了，一爪子将大铁钉拍进地里。
怎么回事？马脸男又对着路边的废车催动异能，车身轰轰震动不已，他的异能没有消失。是这猫有问题，看起来也就2、3个月的小猫仔，居然能硬扛我的异能。我居然从一只猫的脸上看出嫌恶。苏西猛力将铁钉甩出，直击马脸男腹部。想把我扎成刺猬，我先在你身上开个洞。连我都只能将铁钉打入地下3公分，这只小猫仔居然能将其整个钉入地下，这力道得有多大？马脸男惊骇的一时忘了反击，苏西趁机几个蹿跳，猛地扑向马脸男。马脸男仓皇出手格挡。远攻类的异能者被近身后就是这么废物。二龙！一道惊呼如平地惊雷响起，苏西突然想起为什么觉得这人声音耳熟了。原来这就是昨晚那2个人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有抢异宝的过节在，这人就更不能留了，免得再生事端。苏西抬起猫爪，用了10成力拍下。畜生，你敢！10几根钢钉悬浮空中，对准苏西如火箭般射来，同时一条水箭也急射而来。苏西大大的眼睛转了转，痛得跳开来。不！你这该死的野猫，你害死了二龙，看我不杀了你给二龙报仇！很不错的攻击方式，水墙可做防御盾，从水墙中凝聚水箭，也比凭空凝聚水箭快很多，攻击力成倍提升。就是不知道这人能坚持多久。果然没坚持半分钟，矮胖男面前的水幕就消失了。受死吧！矮胖男却猛地后仰躲开攻击，一支早就凝聚好的水箭从他身后飞出，狠狠刺了过来。开了灵智又如何？畜生就是畜生。来不及查看伤势，苏西再次扑向矮胖男，必杀一击失败，矮胖男后继无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苏西带着熊熊怒火呼啸而至。找了个安全的角落躲起来，苏西赶紧查看伤口。断尾处并没有想象中血淋淋的模样，反而已经止了血，开始愈合。这效率，超凡自愈真不是吹的。这天赋还能断肢再生，那断掉的尾巴也能重新长出来吧？从伤口以及周围痕迹来看，这2个人都是异能者，一个金属系，一个应该是水系。现场应该还有第3个异能者，这2人合力攻击却不敌，被反杀。但奇怪的是，第3个异能者却一点痕迹都没留下，大概猜测是力量系。陆燕怎么会在这？谁这么凶狠，居然把人的脑袋都打碎了，也太恶毒了。叶心柔怎么和陆燕在一起？剧情提前了。看陆燕的举动，2人目前应该还没擦出火花，溜了。突然，货架上一个猕猴摆件毫无征兆的滚落。谁？陆燕是老鼠，是异变鼠。天啊，全是异变鼠！不会是遇到异变鼠潮了吧？老大，我们撤吧。走。你敢信这只小橘猫居然是一个人变的？但现在它被一群变异鼠包围了。陆燕是老鼠。走。这特马每次遇到叶心柔都没好事。不对，苏西突然想起自己还有变身任务没完成，击杀10只异变鼠。虽说是送上门来了，但这送的着实有1点多啊。正想着，脚下突然响起滋滋声，一只肥硕的老鼠从地下钻出来，疑惑地打量着四周。很明显，这只鼠打错地洞出口了。异变鼠抽了抽鼻子，兴奋地向着牛肉干的方向跑来。苏西咻地窜下来，一猫爪拍在异变鼠头上。变身任务进度+1。苏西叨着肉干蹲在角落，等待第2个倒霉蛋。很快，变身任务进度+2、+3、+4，连拍3只异变鼠。到第4只时，那只异变鼠终于反应过来，转身就跑。苏西冲过去，一掌拍扁它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异变鼠死前发出了尖锐的鸣叫示警，下秒，如红色星河般的变异鼠群向这边冲来。我的妈啊，这太吓人了！尼玛，怎么还追？猫抓老鼠天经地义，是不是玩不起？竞技的各种建筑内，不少幸存者亲眼目睹这壮观的一幕，都大为震惊，大感疑惑，以至于在久久的未来，还时常有人提起这一晚的奇景。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猫出来帮忙分担一下？我快要跑不动了。没别的办法，苏西脚下一转，冲着万象野生动物园狂奔而去。苏西只是在末世前刷到短视频，知道这个动物园有蟒蛇区，但具体在哪个位置，他还真不知道。穿过一片树林，什么也没有；冲过一片草原，也什么也没有。难不成这里的动物都跑了？这里怎么有堵墙？身后那群穷追不舍的异变鼠群突然一个急刹车，吱滋滋的叫个不停，声音惊恐又慌张。这啥情况？要死啊！苏西二话不说，直接一个反身跳，挤进身后的异变鼠群内。是你有病啊！巨蟒被吵醒，正愤怒的扔下10数米长的野干猛地一扫，就小说是只异变鼠，跟着一个猛冲进仓皇逃窜的鼠群中，再次满天鼠哎呀妈呀，快憋死我了！苏西在地底挖了整整1夜，终于从动物园逃出来了。下秒，苏西一个飞扑，变身任务进度+1，击杀异变鼠，任务完成。昨天一路追击中，他又反杀了几只跑得快的异变鼠，加上之前的任务正好差一个，正纠结呢，就有好心鼠送上门来了。现在只需要等到50，变身任务就能顺利完成了。恭喜你完成永久变身任务，获得变身小猫咪的能力，获得猫咪升华天赋，神级猎手。
终于完成了，试一下效果。不但速度变快，连反应都快了许多。至此，蚂蚁最明显的短板算是补上了。从重生后发生的种种来看，所有事件都在提前，异变生物潮很可能不到7天就会爆发，必须及时避退到山上，才能安全躲过这场浩劫。保险起见，苏西决定3天内到达玉石山。前方一辆汽车冲天而起，砸落下来时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。这威力很像异变植物果实爆炸果，前世就有不少人利用这果实杀人越货，但凡被爆炸果炸到的人，就算是异能者，能不缺斤少两活下来的都很少。这还等什么？快退！突然，苏西心头狂跳，来不及多想，他猛地推开车门，跳车狂奔。阿强，你干什么？知道爆炸果多难采摘吗？你就这样白白浪费一个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不熟悉，想练练手吗？等开战后好扔得准一些。你小子悠着点，爆炸果数量少且易爆，你可千万别大意害了大家。我知道了，二叔。回来刺探敌情的苏西将这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几人一副谈论今天天气如何般的轻松样，似乎用爆炸果炸死人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，看来平时没少这么干。马路对面，4个男生将一名娇小的妹子护在身后，妹子被挡了大半个身影，只能看到其紧紧抱着怀里的背包。这架势，背包里不会有异宝吧？识相的，把异宝和那女生留下，其他人给我滚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，送你们几个果子吃。这果子的威力你们刚刚也看到了，一颗就能连人带车炸上天，你们几个的骨头能有那车硬？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就炸了你们再捡异宝，反正异宝又炸不坏。我们拼了，瑞哥，你是土系异能，到时你多拉几个陪葬，我们死了也不怨。就是咱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异宝，凭什么便宜这些人？这些人没一个好的，就算给了异宝，也不一定会放过咱。他们还想要阿宁，这世道他们要阿宁一个女子干什么不用想也知道，还不如拼了，杀一个不亏，杀2个就是赚的。末世本就艰难，这2天我还发现不少异常现象，恐怕不久的将来要爆发一次异变生物潮，到时候大环境只会更糟糕。我们绝不退让，赢了咱们就是2个异能者，输了不会早投胎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活着才是最大的资本。阿瑞、明杰、乐哥、小来，异宝虽然难得，但没了还能再找。但小命要是没了，那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给你们1分钟思考时间，不给我就炸飞你们。那个叫阿宁的女生从人群后走了出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去和他们谈，将异宝给他们，让他们放过我们。实在不行，你们就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我们一路走来，经历那么多，好不容易活下来，没道理为我一个人丧命。居然是她，一个比叶家还豪门的百年书香世家，宋家现任家主的小女儿宋婉宁。苏西想了想，从空间里取出一把特制弹弓，对准张强的脑袋，只要他敢妄动，就赏他一缸球吃。我可以把异宝给你，但你必须放我的同伴离开，不能为难我的伙伴。宋大小姐，以你目前的处境，你没有讲条件的资本，乖乖听话，拿着异宝过来，红本少爷开心了，说不定就放他们离开了。这果子的威力，刚刚你也看到了，不用我再演示了吧？宋婉宁，你再不过来，我可就砸了。这是个好时候啊！突然，苏西注意到宋婉宁身后的一名男子脸色变幻，目光闪动。有情况！1分钟时间到。那男子猛地扯过宋婉宁，抢了他的背包，然后整个人猛地下沉，没入地面。贱人，敢耍花招，都去死吧！爆炸果落地，轰然炸开，将所有人掀翻。害人终害己，活该！这个大聪明想利用爆炸果杀人越货，结果一个脱手将自己人炸了个精光。害人终害己，活该！马路对面，宋婉宁呆呆地坐在地上，以为必死了，却发生了这样的变故。其他人也被这出奇的一幕惊呆了。张强那个废物，居然关键时候掉链子，把自己人全炸。我好像看到张强的手腕突然喷血，应该是受到攻击才脱手的。你是说暗处还有人？是谁？几人齐刷刷地看向马路对面，一个身形高挑的美少女大步向这边走来。宋婉宁诧异地眨了眨眼，从地上爬起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刚刚是你打伤张强，救了我们吗？是我，不过也是私心。诺，他刚差点杀了我，我总得有所回报才行。哇塞，那辆车里的人是你啊！你刚刚跳车狂奔的一幕实在太帅了。之前张强为了装逼，用爆炸果炸翻了一辆车不算，还想偷袭第2辆，没想到人家不但啥事没有，还反身摸了回来，让张强自食恶果。大神，你还缺挂件吗？我什么品种的挂件都可以。我帮你把异宝找回来。众人想到异宝，脸上的嬉笑瞬间消失。还能找回来吗？李瑞是土系异能者，这会怕是都跑远了吧？宋婉宁也看向苏西，有机会的话，异宝还是要找回来的，就算自己不用，送给苏西报答救命之恩也行。李瑞的异能能打动，但速度不快，应该还在这附近。难的是确定他在哪个方向。这个不难，你们都站在原地别动，我来找。苏西趴在地上凝神听起来，获得神级猎手天赋后，他的五感也远超常人，其他人听不到的动静，他能。找到了。苏西起身来到异响处，弹弓对准地面。地下1米多处，李瑞正在用异能挖地道，眼前突然一道黑影闪过。这什么东西？上面打起来了。不管外面情况如何，他现在手上有异宝，还是快点离开为好。又是一道黑影从他眼前闪过，钻心的刺痛从小腿处传来。李瑞站在原地不敢再动。出来！
不然死。阿宁，李锐真的会在那里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嘘，都别说话，别打扰到，小心。苏西脚下突然长出一片尖锐的地刺，要不是有神级猎手天赋，他非被刺出几个窟窿不可。很好，看来这人不愿出来了，还想殊死顽抗一下。苏西再不留情，对准地面一通猛射。地下黑影如暴雨般落下，砸在李锐身周、肩膀、背部、腿上。再这样下去，他必死。没办法，李锐只能催动异能回到地面。这血人是李锐。苏西毫不客气地上前夺过背包，丢给宋婉宁，看看异宝还在不在。宋婉宁打开查看，异宝在。这个人你想怎么处理？杀了吧。事情闹到现在，已经无法善了，不趁他必要他命，后面等李锐恢复过来，必会找来。行，苏西应道。姐姐。同时，一枚火球砸向苏西，一道冰墙也凭空出现，挡在李锐身前。姐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下这么狠的手？这人抢我们异宝，杀他不过分吧？没想到叶心柔当场红了眼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早知道姐姐那么看重那个异宝，我说什么都不会要的。陆燕大步走来，一把将叶心柔圈在怀里。他抢你异宝，限你1个月之内再找一个异宝补偿心柔，否则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这是我家的事，轮不到你插手。我就插手了，你能怎么办？就凭你那几个废物哥哥，能护得住你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哼，好家伙，真辣眼睛！苏西转身正要离开，却被2个异能者拦住了去路。叶心柔催动治愈术给李锐治疗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你被我姐迁怒，伤得这么重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他抢了你的异宝。对，是一个发光的水晶球。是电视剧中用来算命的水晶球吗？不是，是里面有风景的那种。哦，里面是什么风景？好看吗？是雪景，里面有一座城堡，一辆马车，2个小人，感觉好好看啊！能让我看看吗？在他那个染血的背包里。叶心柔看看背包，又看看李锐，蹭地站起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抢别人的异宝，还把人伤成这样？瞧瞧，这是有脑干的人会说出的话。就这样又馋又蠢又坏的人，是怎么做女主的？叶心柔，别耍你那蠢笨的脑子了，你心里其实很想要这个异宝吧？以她前世魂飘的经验来看，叶心柔身为女主，很多事都不用她亲自做，只要表现出一点兴趣，就会有舔狗帮她实现。我没有，我就是好奇，想看一眼。行吧，以现在的情况，叶心柔铁了心要抢这异宝，她也拦不住啊。人家可是女主，她一炮挥去拦，不是送人头吗？苏西深呼口气，抬头却对上陆燕阴霾中带着审视的目光。下秒，叶心柔就冲过来，有意无意挡住了陆燕的视线。姐姐，你跟我回家吧，妈和哥哥们不会计较你之前说的那些混话的。我不会和你们走。你想死？苏西举起手中的弹弓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射3发。我不想死，但你非要拉我死，我不介意拉几个垫背的。他们是你的朋友吧？你乖乖跟我走，我就放过他们。不然，一道冰刺出现，乐哥连反应都没有，便瞪着双眼倒地而亡。威胁我？我和他们本就不算认识，只不过有人犯蠢，临时聚到一起罢了。你想杀就杀。不，他和阿宁是认识的，之前见面他们还打招呼说好久不见。见宋婉宁转头看他，那人羞愧的低下头，下秒又抬起头。阿宁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交友不慎，连累我们，我还不想死。啧，宋大小姐，你的眼神可真不怎么样，交了4个朋友，短短时间就遭受2次背刺。不过你放心去吧，我虽然救不了你，但把你身死的消息传回宋家，让他们来帮你收尸，还是做得到的。当然，我也会说明是谁杀的你，相信宋家也有这个实力帮你报仇。宋家？哪个宋家？哼，京都什么时候有2个宋家了？叶心柔脸色大变。陆燕，姐姐不愿跟我走就算了，别伤及他人。说到底只是我的家事，我以后会找机会好好劝劝姐姐的。陆燕见叶心柔这反应，明白这个宋家不简单，挥了挥手让手下退开。宋小姐，都是我和姐姐不好，差点连累了你。受伤了，我给你看看。叶心柔赶忙用治愈术帮宋婉宁治疗一番，明显有结交之意。但宋婉宁一直都不冷不淡的保持着礼貌的疏离。叶心柔碰了个软钉子，看到一旁努力降低存在感的李锐。宋小姐，这个人可以给我们吗？我和他不熟。陆燕，这人也是个异能者，要不要收下？陆燕要是不要的话，他就自己收了。李锐是个异能者，命是他救下的，身上的伤也是他救治的。叶心柔觉得李锐肯定会对他感恩戴德，出生入死。既然你开口了，这个废物我就收下了。啊，好，他伤得挺重的，回去我先给疗伤吧。叶心柔让人过来搀扶李锐上车，又看向苏西。姐姐，你也把人打成这样，没必要赶尽杀绝吧？你人都拉上车了，还说什么？车子启动，绝尘而去。这个女孩原本是豪门大小姐，末世来临，她没能及时回归家族，逃难路上又屡遭同伴背刺，多亏苏西及时救助，才保全一命。看着叶心柔等人离去，苏西给宋婉宁打了个眼色，翻墙进了路旁的小区。宁姐，你做出那样的事，怎么还有脸跟上来？你不会以为我们还能和平共处吧？我劝你，这天还没黑呢，少做梦。将来这没你的事，你给我闭嘴！
阿宁，对不起，当时我真的吓懵了。你打我骂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只求别赶我走，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让你做什么都可以。阿宁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他能害你一次，就会害你第二次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可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。有你什么事啊？给我滚一边去！阿宁，只要你能消气，我都听你的，绝对不眨一下眼。很好。你死了，我就消气了。一次背叛，终身不信。苏西站在2楼的窗户后面，将这一幕看得一清二楚。这里，宋婉宁暗松口气，快步上楼。阿宁，等等我！宋婉宁直接拉开背包，将里面的医保递给苏西。这个给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苏西没有收。当年你帮我，如今我帮你，算是扯平了。当年就算我不帮你，你也死不了。但今日你不帮我，我必死无疑。既然医保你不愿收，那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行吧，你想欠就欠吧。我赶时间，帮你激活了医保，我就走。你尝试过哪些办法？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宋婉宁也不矫情。滴血、算命、泡水、许愿，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一遍了，都没有用。这么难？你们启动过吗？启动过，没用。启动后是不是会放音乐？你们等音乐放完了吗？放完了，也没用。再试试。一曲罢，小男孩向小女孩单膝下跪，举着一枚戒指看向小女孩，画面静止。不应该啊，这音乐都放了，也下跪了，不应该趁机求婚吗？嫁给我吧。好。小男孩突然兴奋地起身，一把抱住小女孩。与此同时，水晶球也爆发出璀璨的光芒。激活成功了，愣着干嘛？快吸收啊！炫彩的光芒顺着宋婉宁的手蔓延而上，没入她的体内。是冰霜系异能，不错。有了这个异能，你就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。不过尽量不要暴露异能。我得到消息，已经有人找到提取异能进行2次吸收的办法。一旦这个消息传开，异能者的处境恐怕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你最好小心点。宋婉宁脸色大变，默默点头。你最好尽快和你爸会合，有家族当后盾，你会安全不少。没想到宋婉宁瞬间脸色惨白，眼底也翻涌着痛苦。我回不去了。末世爆发时，我二叔偷袭了我爸，我妈拼着最后一口气给我报了信，在我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回去，无疑是自投罗网。这结果是苏西没想到的。张强是不是知道这事？他们想用我攀上宋家这条大船，让我捋捋前世。宋婉宁在李锐的背叛下，8成是被张强冲动之下炸死了。这一世却活着。天道想修复剧情，势必会想办法抹杀宋婉宁。如果让宋婉宁一直活下去呢？让变故无法被修复，是不是就能撬动剧情，从而改变炮灰的命运呢？无论如何，都值得一试。而且从刚刚宋婉宁干脆利落击杀明杰就可以看出，宋婉宁是个有成算有手腕的人，值得合作。我和你说一件事，你说叶心柔就刚刚那女的是个天生的扫把星，谁沾染谁倒霉，你要离她远点。哪里？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但事实会证明我说的话，万事记得小心一点。宋婉宁现在是天道要抹杀的人，不倒霉才怪。等倒霉的多了，到时就会相信他了。叶心柔还想拉拢宋婉宁，他先从宋婉宁这头将路掐断，也算是一石二鸟了。这几天可能要爆发异变生物潮，你没事的话赶紧离开城区吧。出城向东百里有一座废弃的玉石山，你可以去那里。你会去吗？会。不过苏西并不打算现在就和宋婉宁组队，一旦同行，百变异能肯定瞒不住，两人只能分开走，他在暗中保护。走了半个小时，天彻底黑下来了。宋婉宁带着将来摸进一栋小楼，变成小猫咪的苏西一路尾随。他琢磨着给两人弄辆车，不然就这么腿着也太耽误功夫了。突然，对面小楼竟亮起了光，有人！黑夜点灯，叶家有4个异能者都不敢这么做。对面何方神圣，居然如此嚣张！黑暗中，一只不起眼的小蚂蚁趴在外墙上，听着屋内的动静。李锐，你真要把这个医保给我吗？叶小姐，这是老板给您的。可这医保是你发现的呀，你发现的就是你的。叶小姐，医保虽是我发现的，但我没能护住它，是老板又抢了回来，所以这医保是老板的。老板现在将它给了您，那就是您的了。你不收，那我就把李锐杀了，这样医保就成了无主之物了。你敢？你要不要试试？我收下了，你不要为难李锐。苏西听得一阵无语，不经意看向围墙，突然发现一道黑影翻墙而入，跟着是第2道、第3道，3人悄无声息地摸到楼下，脚下的地面突然拔高，举着3人悄悄向10楼靠近。居然是叶老大、叶老2和叶老3，怎么办？跑还是不跑？万一叶老大正有异能感受4周，我这一跑不是露馅了？谁家蚂蚁能跑这么快啊？谁？既然被发现了，叶家3兄弟也干脆利落的出手。心柔，快过来！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终于来救我了！别走，放开我妹！陆燕想催动异能，大脑又是一阵剧痛。叶心柔趁机冲向窗口。老大，给我追！
有土系异能者直接在窗外架起台阶，陆燕强忍着头疼，顺着台阶追了下去。深夜，这个女人在偷窥一出好戏。别走，放开我妹！陆燕想催动异能，大脑又是一阵剧痛。叶心柔趁机冲向窗口。老大，给我追！有土系异能者直接在窗外架起台阶，陆燕强忍着头疼，顺着台阶追了下去。简直比电影还精彩了！李锐看着众人急匆匆的背影，脚下已转进了隔壁的房间。这里堆着满屋的物资，楼下车库还停着4、5辆车。李锐纠结是趁机卷了物资跑路，还是守着等陆燕他们回来。谁？将房内的物资清收干净，苏西来到客厅，一眼竟看到了一团柔和的白光。异宝，真是意外之喜啊！应当是混乱中被叶心柔遗落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新收的那个人死了，被一击爆头，屋内的物资也被搜刮一空。死了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那家伙可是个异能者，再废也不至于被一击爆头吧？没错，那人就是这么废。老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咱们可得守好这里，不能再出岔子了。老大自从遇到那个叶小姐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像今晚这种无脑追击、被人偷家的事，在以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。你不想活了，敢背后议论老大？强哥，我不是有意的，行了，下不为例。苏西悄然回到之前的小楼。阿宁，咱们要不要去浑水摸把鱼？你自己什么实力，心里没数吗？想死就自己去，别拉着我。苏西心情舒畅地听完墙角，从空间取出刚收获的一宝，一本书。苏西翻查了一番，没有眉目。算了，先睡觉吧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再想。一宝的激活方式千奇百怪，各不相同，有时候靠的不是脑子，而是缘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苏西被一道急促的刹车声吵醒。有人来了，还是路过？陆燕阴沉着脸从车内下来，大步进了楼。很快，陆燕又黑着脸出来，抬手催动异能，将整栋楼冻住。整栋楼瞬间化为一地冰渣。这么强？哎，周礼怎么也来了？这货前世最喜欢用精神异能攻击折磨别人。溜了。人呢？已经离开了。算了，先跑吧。苏西变身小蚂蚁，转身就跑。路过一个房间，看到宋婉宁和将来正猫在窗户边窥探外面的情况。看来两人也听到了动静，但不知发生了什么，没敢轻举妄动。苏西结束变身，从空间取出纸笔，快速写下一句话，丢进房间。四下一片静寂，陆燕身边还有周礼这个精神异能者，谨慎起见，还是不要出声为好。屋内，宋婉宁两人被突如其来的纸条吓了一跳，静等片刻，再没动静，才伸手捡起纸条。几个字写得异常潦草，透着急切。宋婉宁立马起身招呼将来准备走，窗外却突然响起烈烈风声，是风系异能者。将来不明所以，但看宋婉宁神色沉重，以及外面的飞人，也知道事情大条。苏西这边已经跑出小区，抬头也看到了空中飞人。宋婉宁两人要玩，他们只要离开楼房就会被这人看到，难不成宋婉宁的死结要阴在这里？想想还是不甘，又摸了回去。有人开车往北跑去了，开的是咱们丢的那辆越野车。陆燕收回正要踏入第2栋楼的脚步，沉着脸原路返回。不行，一定要拉开距离，不然等距离拉近，对方用精神异能攻击，我再无逃脱的可能。该死，就差一点。提速！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突然，车子遭受重击，如箭般向前飞射而去。苏西立马变成小猫咪，躲避车身变形的危机。妈呀，这是捅了蛇窝吗？我快憋死了！好像听到蛙叫了。因为缺氧，周围一切都在变得混沌。苏西还以为是幻听。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喷火蛙，可进行变身。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喷火蛙3个小时；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以喷火蛙之身存活72小时，蛙跳10000次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喷火蛙的能力，同时获得改造版的喷火蛙天赋火系异能，请进行选择。变，我选永久变身。有种呼吸通畅、重获新生的感觉。突然，前方一条黑蛇猛地从水草中窜出，蛇口中正咬着一只绿纹蛙。那黑蛇吞下蛙后，又盯上了苏西，飞扑而来。苏西下意识一把扑过去。哎呀妈呀，太恶心了！苏西奋力往上浮，眼看就要冲出水面，突然发觉水流不对，回头看去，身后密密麻麻全是蛇。这是杀了一条蛇，就引起公愤了。跑，快跑！没想到刚窜出水面，就发现了意外之喜。陆燕带着他的团队正往这边走来。嘿嘿。我们是被一只蛙鄙视了吗？陆燕黑着脸，抬手一发冰剑甩了过来。上钩了！正好一条小蛇从水里窜出，向他咬来。冰箭射在蛇头上，将整个蛇身冻住。苏西趁机猛窜出去。哼，想跑，给我追！
水面突然竖起了一条水挺粗的白蛇，但是立在水面上的蛇身就有10米高，金色的树瞳充满了愤怒和杀意。老大，这条蛇不……陆燕终于明白过来，他们被一只异变蛙给耍了，当了替罪羊。哈哈哈哈哈！然而没过一会儿，竟看到陆燕等人一脸仓皇地退了回来，目光中更是充满惊骇。异能者们不断地立起土墙、冰墙进行防御。难不成入口处有大恐怖？这个女人上一秒正表演极速飞车，下一秒就掉进水里，变身成一只喷火蛙。有种呼吸通畅、重获新生的感觉。陆燕这边面对满池塘的蛇群无奈撤退，然而没过一会儿又一脸仓皇地退了回来。难不成入口处有大恐怖？苏西站在树上远眺，那是一条尾巴，准确来说是一条蛇尾，再准确一点是一条蛇尾巴尖尖，横扫而过，山石树木皆沉浮。苏西想起之前突然被抽飞的越野车，说不定也是这具蛇干的。这才多久啊？异变动物就这么恐怖了？巨蛇尾巴所过之处，陆燕等人立起的防御尽数崩塌，而他们的异能落在巨尾上，似乎也造成不了什么伤害。快吃了他们！身为1号男配，女主的终极舔狗，陆燕死了也会影响到叶心柔的气运吧？30米、20米，陆燕等人被巨蛇逼得连连后退，马上就要退无可退，进入池塘了。天空突然一道闷雷响起，乌云如千军万马般翻滚而来，一道碗体粗的雷电从天而降，射在黑蛇身上，阻止了他下一步动作。我去你大爷的！他不相信这是巧合，8成又是天道为了阻止大黑蛇击杀陆燕这个1号男配出手了。呵呵，是我错了，格局小了，总围着那几个废物转，有什么意思？与天斗，才其乐无穷。我已然觉醒，看是你将我钉死在人设柱上，还是我破了你这天？整理好心情，苏西找了个安全的树洞，开始研究医宝书。异宝的激活方式一般都和载体属性有关，这异宝是故事会，难不成是让看？苏西捧着书从扉页开始，一字不落地往后看，书不厚，也就10几页，不到1个小时就看完了。这是激活了！苏西立马将爪子按在书上，光芒瞬间没入他的体内。恭喜你成功激活并吸收异宝故事会中蕴含的能量，获得异能过目不忘。拥有此异能，世间万物过你眼后，你都不会忘，可随时倒带回放查看。听起来好像很不错，试一下。苏西兴奋地从洞里跳出来，打量四周景色，然后闭上眼仔细回想。记忆不再是一个主体清晰、背景模糊的画面，而是所有画面都呈现出来。尤其当他对其中一个地方感兴趣时，那个区域内的景物会主动放大，更加清晰。这个异能说不定会有奇效。战斗了一天，属实是累了。苏西返回洞内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苏西从树上跳下，前面是一片嫩黄的草地，像一块松软的毛毯。苏西已经想好要在里面打几个滚了，突然眼尖的看到一根白骨。我去，昨天这片草地里面根本没有白骨，啥情况？就在这时，一只麻雀突然落在那片草地上，惊恐的一幕发生了。麻雀察觉到危机，展翅要飞，却被猛地拖进杂草丛中。很快便有淡淡的血腥味传来，是吃人草。据前世所闻，误入吃人草丛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出来。也幸亏他警惕，不然现在他也成为那白骨中的一员了。等出了密林，苏西才松口气，沿着路朝玉石山方向跳去。路边，陆燕不经意扫见一个蹦跳的身影，顿时站起，眼中迸射出骇人的杀意。老大，怎么了？好像看到了一只癞蛤蟆，难不成是昨天那只诡异的癞蛤蟆？陆燕再次看向对面，要是有东西在跳，他现在肯定能看到，只能说明他夜有所梦，导致眼花了。没错，他昨夜在梦里杀了一晚上癞蛤蟆，他现在平等的恨这世上的每一只蛤蟆。第3天上午，苏西正奋力的跳着。恭喜你完成永久变身任务，获得变身喷火蛙的能力，获得改造版的喷火蛙天赋。火系异能，你已经成功完成3次变身任务，百变技能探测范围扩大至方圆10米。终于完成了，没想到技能的探测范围也会扩大，以后变身次数再次达到一定量后，应该还能扩大。到那时或许就不用再愁没有符合条件的生物，而是该愁变什么了吧。傍晚时分，终于看到了光秃秃的玉石山身影。苏西没急着上山，这2天他在路上遇到了10几拨人，都是冲这个方向来的。他决定先在山下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再想办法探探情况。没想到远处的路口突然赶进来几辆车，这几辆车他见过，是叶家和陆燕的车队。车队也没有急着上山，而是缓缓向他藏身的林子驶来。迷妹哦，真是阴魂不散。苏西保持着安全距离，变身成小蚂蚁，趴在树上偷窥。不是，宋婉宁怎么在这儿？江兰那小子呢？看来周礼的到来提供了不少消息，比如宋家家主换人。苏西盘算着怎么救人。周礼和叶老大凑在一起，2个精神异能者，他还真不一定扛得住。黑暗中出现一对绿油油的眼睛，苏西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去。那头异变狼谨慎地绕着林子观察外面的情况，然后扭头跑了。不到10分钟，身后的黑幕中镶嵌了一片绿眼睛，大致数了一下，足有20多只。狼群，林子里有狼！苏西悄然变回人形，拿出弹弓对准一只狼的脑袋。
狼群中响起一道凶狠的吼叫，众狼如箭般窜出，冲向叶家众人。慌乱中，众人都忘了地上的宋婉宁。宋婉宁如炮弹般从地上弹起，一边催动异能攻击迎面扑来的狼群，一边向着林子深处逃去。这丫头之前的虚弱是装的。确定拉开足够的距离，宋婉宁慢下脚步。宋婉宁立马警惕起来，催动异能准备反击。是我。看到是苏西，宋婉宁才放松下来。将来死了，他想掩护我跑，被陆燕一根冰刺穿胸而过，我打不过他们，也没跑掉。我和将来遇到对方3次，他们简直阴魂不散。前面2次有惊无险的躲过了，最后一次我们明明观察好，确定周围没人的，但我们刚冲进草地，后面就响起了车辆的轰鸣声。那草只有脚脖子深，我们避无可避。你最好离我远点，我最近挺倒霉的。我之前和你说过，叶心柔就是个金牌扫把星，沾上她没好处，现在信了吧？他也就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宋婉宁却认真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，好像就是遇到他之后，我就没顺过。你要小心那个叶心柔，我感觉他对你心思不正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去梁城变强报仇。将来是为他而死的，这仇他得报。那就努力活下来吧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不要轻言放弃。我明白。两人聊了会，宋婉宁实在精力顶不住了，靠在树上睡了过去。苏西刚准备睡觉，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银喉长尾山雀，可进行变身。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银喉长尾山雀3个小时；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以银喉长尾山雀之身存活24小时。萌番3个人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银喉长尾山雀的能力，同时获得飞行能力。风之翼，请进行选择。在末世，又老又瘦的男子称为饶把火，意思是肉太老要加些柴火多炖一会；年轻的女子称为不现羊，是说肉质鲜美，胜过羊肉。而这些要被食用的人，统称为羊角羊。那几个已经没了当人的底线，还都有异能，你却要带着他们一路前往梁城，我不同意。路上一旦有所疏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还有用，现在不能杀。哼，你还想招揽不成？别最后招了几条毒蛇，反咬一口要你命。陆燕，以目前的情况，确实不宜带人上路。这几人我确实有用，一路上还是要麻烦你不断对他们进行精神攻击，只要留着一口气就行，或者把他们攻击成傻子也可以。陆燕心里有些烦闷，要不是周礼死在了昨晚那场战斗中，这件事他根本就不用理会叶家几人。哥，就带着吧。其实陆燕带这几个人是为了我，不过具体情况现在还不能说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和你们说的。几人以为叶心柔打算私底下和他们说，虽然疑惑和不赞同，但到底没再咬着不松口。我可以帮你将他们变成傻子，但丑话说在前，路上一旦出现意外，这些人我们是不会管的。你要同意，咱们就可以组队同行；不同意，我们现在就把物资分了，咱们分道扬镳。陆燕脸色难看至极，从来没人敢这么下他面子，但看了看一脸祈求的叶心柔，他还是点了点头。行，就按你说的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银喉长尾山雀的能力，同时获得飞行能力。风之翼，请进行选择。苏西这边不敢耽搁，立马选择永久变身任务。撞了几次树后，终于掌握了飞行诀窍。苏西扇动着翅膀在林间来回穿行。第二天一早，苏西来到昨晚休息的地方，就看到宋婉宁正在四处找他。好可爱的小鸟，是异变的吗？渴了没？来，我这有喝的。说着，宋婉宁掏出一瓶水，试探着递向小鸟。萌番3个人完成1。嘿嘿，下一个目标选谁？要不找叶心柔试试？苏西飞到山洞外的一块大石头上等着。没过多久，几个女人一脸麻木地走出来，叶心柔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跟在身后。心柔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如今末世，以后这样的惨况只多不少，你别难受了。4个渣哥也围在一旁安慰。我好像听到鸟叫了，在那块大石头上，一只小肥鸠，好可爱呀！末世后都很少看到鸟了，这里一座光秃秃的山，怎么会有鸟？肯定是异变的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叶老四拍开陆燕的手，你要是喜欢，让大哥帮你打下来，用异能帮你驯化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心柔平时最喜欢这些毛茸茸的小东西，可惜末世后就再也没遇见过了，还以为死绝了呢。能被心柔养着逗趣，不用出去流浪，也是他的造化。去你妈的造化！任务2进度完成2人。苏西目的达到，扑腾着翅膀转身就跑。叶心柔焦急地呼唤着，拔腿就追。哎，一宝，我看到一宝了。啥？一宝？特闹闹的，这石头我刚刚等的无聊时转了好几圈，毛都没有一根。我这刚走，一宝就出来了，完呢？他有预感，这一宝是天道那孙子特意给叶心柔的，肯定不简单。苏西如箭般冲向一宝，这鸟果然有问题。苏西轻巧地躲过地刺、冰剑、藤蔓，势不可挡地冲向一宝，10米、5米、3米。我去你大爷的！卑鄙无耻的天道！咦，这一宝居然是一张使用说明书。话落，一宝上突然冒出炫彩的光芒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容易被激活的异宝，
这拿到还不到1秒钟吧？心柔，快说说这异宝有什么作用？这异宝的能力和说明书差不多，它能让我看到每个人的异能信息，还说明了异能的具体作用。啥意思？叶心柔压下心底的激动。比如说4哥，我看着你，我就能获得你的基本信息。叶明成，24岁，1.81米，力量系异能者。潘大哥就是叶明川，30岁，1.83米，精神系异能者。二哥叶明洲，28岁，1.82米，土系异能者。三哥叶明泽，26岁，1.84米，植物系异能。陆燕，27岁，1.86米，冰霜系异能。我只要盯着一个人看3秒，那个人的信息就会跳出来。那没有异能的人呢？比如龙大他们。有点远，我靠近一点看看。待叶心柔走到距离龙大等人3米左右时，停了下来。龙大27岁，1.8米，非异能者。所以能看到别人所拥有的异能，有效距离是3米，预感成真了。这异能还真是针对我的，只要我敢出现在叶心柔面前，多少底牌都会被扒光。近期还是避着叶心柔走吧。折腾了半天也饿了，苏西从空间取出一根火腿肠，刚吃了几口，身周便响起翅膀扑通的声音，是4只小肥鸠。很好吃，很哇塞。虽然听不懂他在叫什么，但从这小肥鸠吃一口后就拼命往他身边凑，抢吃的行动上来看，苏西猜测这小肥鸠肯定是这么说的。另外3只就在不远处看着，没有要过来的意思。苏西猜测最小的这只应该就是被检测到的没有异变的那只小肥鸠，其他的3只应该是这只小肥鸠的家人，不过全是异变的。吃完后，苏西蹲在树枝上休息，最小的那只也挤着他蹲下。这么厚的羽毛挤一起真的不热吗？苏西往边上挪了挪，那只小肥鸠歪头看了看他，紧跟着也挪2步，再次挨着他贴住。行吧，看在你比较萌的份上，热点就热点吧。深夜，这个女人要干一件坏事。我怎么感觉后背有些凉？刚刚好像身后起了一阵冷风，要不你回头看下？你怎么不回头？很快，一只信号弹在空中炸开，这是给我下套了。洞内一片漆黑，苏西快速丢出个火球，火光一闪而过。苏西开启过目不忘技能，众保镖护着叶母躲在山洞最里边，那4个被抓的异能者就横躺在中间的位置，几辆物资车则停在洞口。苏西悬停在一个昏迷的异能者头上，如此循环重复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直到第4个人，铁钉像是有了自我意识般挣扎着想要脱手而出。是金系异能者，情况不对，陆燕还剩3个手下，洞口2个，那就是说洞内还有1个。对方似乎没想到铁钉会突然消失，愣了一下。好机会！杀了这人，苏西一刻不停，直接飞向装物资的货车。他的目的就是破坏陆燕的势力，不管是人还是物资，都给他清理了。嘿嘿，苏西满载而归，又发现洞口被堵得严严实实。苏西趁机躲在一块碎石后冲出。怎么回事？老大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感觉到不对后，我们就按照之前的计划，立马发信号通知你们，同时用异能将洞口封死。里面一直没动静，我们刚趴墙上想听听什么情况，这墙突然就从里面被砸穿了。进去看看。阿翔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就没发现什么异常？只看到一个火球，但很快就消散了。之后洞内就一片寂静，只隐约听到呼呼像是翅膀拍打的声音。但阿翔没反应，我们也就没在意。现在想想，呼呼声音响起时，对方应该在杀人。翅膀拍打的声音，大哥，陆燕，你们还记得想抢我医宝的那只鸟吗？会不会是他？一只杀伤力强大又带着空间系的鸟，这可能吗？可不可能？我们抓住那只鸟，让心柔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那鸟要是那么好抓，也活不到现在了。不管如何，都得试一下。我昨天在山下的林子里看到几只同类的鸟，说不定是一起的。抓不住那只机灵的，抓只笨的勾引一下也行。陆燕沉着脸没说话，转身出了山洞。老五和老李赶紧跟上。有什么话直说。老大，我们要不和叶家分开行动吧？老大，我仔细盘算过，以前咱们都是顺风顺水的，自打来了这里就没顺过。先是追了一路异宝，到嘴边了，被人截胡，紧跟着第2件异宝被抢，第3件异宝被叶小姐弄丢，密林又遇到恐怖大蛇，跟着周里阿翔出事，又丢了物资，这太诡异了。老大，不瞒你说，我和老五都有种感觉，下一步就轮到我们俩了。胡说什么？老大，不是我们疑神疑鬼，实在是事实摆在这。相比叶家，咱们全员异能，他们除了叶家4兄弟，其他都是普通人，但人家愣是没折损一人。如果不是他们在背后搞鬼，说句迷信的，那就是咱们替他们挡了灾了。够了，老大！一旁的老李见状，立马拉住他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陆燕静坐着遥望远方，不知在想什么。苏西在4处寻找最后一个任务对象，视线扫过人群，最后落在一男一女身上。2人一路往后走，最后停在距离宋婉宁50米远的一个山洞前。哥哥，咱们要在这里住下来吗？要住一段时间，等躲过了异变生物潮，咱们就继续向前。好。一直等2人忙完，苏西才扑腾着翅膀，引起小女孩的注意。哇，是小鸟，哥哥。看到了，晚上给你加餐。
卧槽，我这么萌，你居然第一眼想的是加餐？哥哥，他好可爱，别杀他好不好？楠楠不想吃他。行，你不想吃那就不吃，但你不能离它太近。现在很多生物发生异变，对人类的攻击性很大，不要被它们蠢萌的外表迷惑。我知道的。苏西却气炸了，说我蠢萌，你才蠢。男人嫌吵皱了皱眉，但看到楠楠难得笑得这么开心，又忍了。任务2完成进度，3人。欧了，只等明天结束变身，我就能拥有飞行的能力了。裴寂，真的是你？宋家的小丫头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在这里上大学，末世爆发时，我正好在学校里。昨天刚逃出城，我就在那处山洞里。你爸没派人来接你吗？我爸在末世爆发当天就发生意外去世了，我妈也跟着走了。现在宋家是我二叔当家，都是大家族出身，短短2句话，裴寂自然能理解话中的含义。这2天上山的幸存者越来越多，估计要乱一段时间。我就在那里，有需要可以找我。说完便转身走了，根本不给裴寂开口划清界限的机会。这2人以前不会有什么吧？以裴寂的能力，如果能拉他组队，战力绝对直线提升。但多年未见，又经历了末世，裴寂还是不是以前的裴寂，还需再看看。哦，还好大小姐不是个恋爱脑，一心想搞事业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裴寂那边传来了争吵声。这是我们打的鸟，这丫头抢了就跑，我们还不能要回来了。你们不但要把鸟给我还回来，还要赔我们的损失。2个人住这么大的山洞，不浪费吗？去，给我滚蛋！这山洞我们要了。裴寂没理会这些人的叫嚣，只低头看着怀中的楠楠。你抢了他们的鸟？我没有，这小鸟是我发现的，它受伤了，我就给捡回来了。哥哥，你看，这是刚刚陪我聊天的那只小肥鸠，它被人打伤了，落在地上飞不动了，我就给捡起来了。他们看到了，就跳出来说那鸟是他们打的。裴寂一眼就确定这不是刚刚那只，这只更大一些，没上午那只呆。但不管是不是同一只，这是楠楠捡的，这些人敢抢就得付出代价。原本神色蔫蔫的小肥鸠立马回了一声，叫声急切凄厉。难不成其他3小只已经遭遇不幸了？可惜我听不懂鸟语啊。哥哥，小鸟在说什么？它好像很着急。他在让眼前这只蠢的快跑，有坏人在抓他们。他的爸爸妈妈哥哥为保护他已经被抓了。这人居然懂鸟语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苏西向着叶家所在的山洞飞去。起飞！哎呀妈呀，太高了太高了，下降！这个女人仗着自己不是人，就对着别人破口大骂，岂料对面是个懂鸟语的。哈，大意了，下次再遇到个会读心术的，岂不是小秘密都被听光了？很快，苏西来到叶家山洞，一眼就看到洞外的3只小肥鸠。苏西没有贸然靠近，对方摆明了就是引他过来，暗处肯定还埋伏有人。正观察着，不远处突然出现一道黑影，下秒那黑影又凭空消失。见鬼了！有人在树下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那黑影有着人的轮廓，却没有五官，通体漆黑，就像拍戏用的绿人，不同的是全黑的。这又是什么异能？那黑影很快又消失，出现在了山洞内。那人进去后，洞口的墙壁突然裂开一条缝，叶老大和叶老二走了出来，跟着进了山洞。然后一堵墙拔地而起，将山洞口堵死。好大一只替罪羊！苏西趁机冲到3只小肥鸠面前，一爪子拎起鸟笼就跑，一路冲回裴寂所在的山洞，将3小只丢下。苏西一刻不停，又返回叶家山洞。土墙没砸穿，看来这些人学聪明了，加厚了土墙，不会以为这就能挡住我了吧？苏西直接从空间里取出一个200斤的铁疙瘩，3米厚的土墙被砸穿，一道黑影从山洞里瞬移出来，下秒又出现在远处。苏西看了眼气急败坏追出山洞的叶家等人，悄然跟上黑影。他琢磨着，这黑影异能如此厉害，若是能拉进队伍里来，也能为将来对付主角团增加一点助力。然而对方异能在黑夜里太作弊了，苏西一路小心跟着，最后还是跟丢了。苏西飞进山下林子，看到的只有一些幸存者，隔3差5靠树而眠。等到天光大亮，幸存者们开始动身上山，也没能发现蛛丝马迹。恭喜你完成永久变身任务，获得变身小肥鸠的能力，同时获得进阶飞行天赋风之翼。拥有此天赋，你可如鸟般自由飞翔。苏西结束变身，心中念头一动，后背一对银白色流光翅膀忽地张开，翅膀上的流光轻轻飘摇，梦幻迷人。起飞！哎呀妈呀，太高了太高了，下降！熟悉技能后，苏西才稳稳降落在一棵树上。这速度是真的快啊，估计飞往城区也就几分钟的事。10分钟后，苏西悬停在城中心上空。会飞就是爽，当初走了2天的路程，现在10分钟就到了。这时天已经暗了下来，苏西干脆变身小飞蚁，在城市里转悠起来。快，那小子在这里！嗯，你小子还挺能跑的，你接着跑啊，我看你能往哪跑。小弟弟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，何苦为了一个医宝把命都丢了呢？乖啊，告诉姐姐把医宝藏在哪儿了。和他废什么话，直接上家伙，我就不信他能扛住我的刑罚不松口。小弟弟，这家伙在末世前可是一个连
那折磨人的手法是一套一套的，你要落在他手里，那可不得了。看我一鞭子把他抽废了，老肖你再上。少年伤得不轻，但却硬气的没吭声，浑身上下都透着股桀骜不驯的狠劲。老肖你动作快点，争取今晚就把话逼出来，咱们取了一宝就走，免得陷入异变生物潮。李姐，来个火球照亮，我好下刀。行。老天真是不公平啊！你看看他，不但长得俊，个子高，手还这么好看。如果不是条件不允许，我真想把你钉在墙上做成标本。矮瘦男说着，扯着那人的手挪了下位置，直接把那人的脸给露了出来。江离，可能真的是太惨了，苏西才觉醒了自我意识，有了重活一次的机会。一名少年不小心摔倒在路边，苏西本想少管闲事怕被讹，竟发现这少年是昔日故人，居然敢围杀我的小弟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嗨，小江离，又见面了哦。西姐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说着就给苏西来了个大大的拥抱。行了，都成年了还这么哭，也不怕人笑话。对了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结果拉开衣服，就看到少年身上绑着一块钢板，钢板被抽出几道刺目的痕迹。姐，这是我自制的防弹衣，怎么样？别说，虽然看着有些磕碜，但确实很实用。嘿嘿，人在江湖走，怕挨刀就得多做点防护，不然刚刚那一鞭子我就废了。江离想到之前苏西的神勇，不愧是西姐，以前是孤儿院的霸王，长大了依旧这么强，甩众人18条街。别耍嘴皮子了，异变生物潮要来了，把异宝拿了，我们快走。等下，西姐，这些人的物资要搜刮一下。江离上前3下5除2，将几人的背包全扒拉下来，背在自己身上。好了，走吧。抓稳了，姐带你飞。啊什么啊？抓好背包。苏西正要展翅起飞，身后突然响起脚步声，回头，一只血魔正向他们扑来。苏西条件反射，一脚飞踢过去。姐，你真厉害，但这么多，咱能杀得完吗？江离惊骇地看着四周，放眼望去，完全就是血魔海洋。杀个鬼！臭小子抓好了，掉下去我可不管。江离呆愣愣地抬头，就看到一对漂亮震撼的大翅膀，一时居然看呆了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一片密林，江离取出一宝，举到苏西面前。姐，这一宝是一张卡片，半个月前我就得到了，但一直找不到激活方式。手掌大的长方形卡片上有5个方框，其中4个写着金木水火，还剩1个方框空着。金木水火土，我觉得这个空的方框里应该是土字，但不管是圆珠笔、钢笔、铅笔、毛笔，我试了很多种笔，这个土字就是写不上去，我还用写试过也没用。苏西看着卡片，回想起前世他魂飘时的一段经历。你们知道我吐息异能怎么来的不？就有天夜里起来，一晃眼看到角落里有个发光的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是一张金木水火土的填字卡片，试了很多办法都没用，最后我灵机一动，抓了把土，在卡片上堆出一个土字来。嘿，没想到就这样激活成功了，哈哈！你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看来上一世那人捡的异宝就是江离藏的。上一世，苏西魂飘的第6个月才见到江离，那时的江离已经是个半残之躯。得知苏西的死讯，这小子跑回山谷收了尸骨后，铁了心要给他报仇。然而他又怎么斗得过天道眷顾的主角团？很快，江离被抓进怒焰的实验室，不断用苏西的死刺激他，最后从他身上提取的异能完整度近乎100%。可能真的是太惨了，苏西才觉醒了自我意识，有了重活一次的机会。只是没想到，两人本来约定好在梁城相见的，江离居然直接来找他了。这小子真是欠收拾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刚刚还好好的，这回眼神却像要刀了我，让人怪害怕的。不是说好了，你从北城直接前往梁城，我们在那里会合，你小子怎么不吭声就跑这来了？我这不是正好遇到一个路过这边的救援队，估摸着时间来得及，就跟过来了。原本要和你说的，没想到没信号。姐，别生气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别敲我的头，给我敲傻了。傻了我也省心了。苏西抓了一把细土递给江离，试试用这个在上面写个土字。江离照做，最后一笔落下，卡片上突然泛起炫彩的光芒。成了，姐，你真神了！快，你快吸收。我有异能，你吸收吧，免得拖我后腿。江离一想也是，也不推辞。是土系异能。苏西早有预料，你先熟悉熟悉，然后我带你去山上，你用异能挖几个地洞出来，我有用。行。要想在末世里组建一座基地，需要什么条件？首先要有足够的物资，其次要有一支忠心于自己的团队，最后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姐，这么多东西，到时候怎么带走？经过几天接触，江离也大概知道苏西空间的大小，看着比他空间多出10几倍的物资，江离头都大了。带不走就先存在这里，等异变生物潮结束，保留个70%还是没问题的。那这几个地库够不够？要不要我再建几个？暂时不用了，能扫的物资差不多都扫了，剩下的都是小头，这些空间应该差不多了。一连忙碌了3天，第4天，苏西狠狠补了一觉，醒来天已经黑了。江离不在山洞内，苏西从空间里取了一个自热火锅煮上，一边出了山洞看看什么情况。姐，你醒了？苏西顺着江离刚刚的视线，就看到城区方向多了座红光闪闪的高山。姐，这是血魔堆叠起来的吧？叠这么高是想干什么？应对异变生物潮吗？苏西也不清楚，不过这个原因似乎也说得通。不管怎么样，做好防备。
身后突然传来宋婉宁欣喜的声音：“你回来了。”“看你神色凝重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宋婉宁看着城区的星星山：“那是血魔堆叠的吧？我感觉要有大事发生了，想来看看你回来了没有。回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你救回来的那3只小肥鸠，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和楠楠救的那只关在一起。那只最小的天天带着这3只想要越狱，听裴记说，他们要去找另一只小肥鸠。我想问一下，那只是不是已经没了？不然怎么没带回来？”“这咋说？我好好在这站着呢，但也不能现场给变一下。那只是异变的，开了灵智，整天到处乱飞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哪。”“好吧。”“西姐，你又换新车了？”“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”“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”“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”“对了，裴记是京都裴家的人吗？”“京都4大世家，除了宋，还有一个裴。裴记小时候能和宋家做邻居，家世肯定不简单。”“对，就是那个裴家。裴记是裴家嫡长孙，不过裴家情况特殊，他在15岁就离开裴家了。”“哦。”送走宋婉宁，苏西嘴角的笑意就没消过。“姐，裴记那小子确实是长得帅，还有气质，但你除了对亲情无比渴望，有些无脑的拎不清外，咦，说起来，我来这里都几天了，也没见过一个叶家人，不会是闹翻了吧？”“别发呆，继续说。”“哦，姐，你除了对亲情拎不清外，我很肯定你不是个恋爱脑，所以我之前猜测你可能看上了裴记的能力，但听你刚刚的话，你是看上了他裴家人的身份。”“对，也不全对。首先，我是先看中了裴记的能力，其次，他裴家人的身份才更让我看中，两者缺一不可。”苏西前几天还在发愁怎么对付男主，现在刀就送到手上了，还是一把绝世好刀。男主裴恒正是裴家2公子，也就是裴记同父异母的弟弟。只是上一世我从未听过裴记的消息，难不成这家伙被毒死在前往梁城的路上了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必须得让裴记活着到达梁城，让他们兄弟俩好好叙叙兄弟情。救命！蛇，好多蛇，快跑啊！异变生物潮爆发了。苏西让江离把山洞拉开一条缝，看看外面的情况。只一眼，苏西就恨不得戳了双眼。把洞口堵死吧！姐，哪来的这么多蛇？这么多蛇，就算有异能也不好过吧？这才哪到哪，异变生物潮不可能只这一种生物爆发，后面还会有老鼠、蟑螂、地龙、鸟等等，甚至是花草树木都可能会来一波。在外面消停下来前，都别出去了。姐，你说裴记和宋小姐能扛过去吗？苏西愣住了，这他倒没想过。宋婉宁是冰霜系异能，打造一个密封的冰宫是没问题的。至于裴记，他的异能可能是精系，精系倒也可以打造一个钢铁堡垒，但问题是精系不能凭空变出金属，这里有那么多的金属供他使用吗？上一世裴记不会就死在这次异变生物潮中吧？苏小姐，你在里面吗？我是裴记。苏西精神一振，但没有直接打开门让裴记进来，而是谨慎的让江离先开一条缝隙，看看外面的情况再说。裴记一向波澜不惊的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焦急，他的异能虽然攻击性强，但是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蛇群，还是有些力不从心。与其坐以待毙，等异能耗尽被群蛇吞噬，裴记毫不犹豫决定过来找苏西。苏小姐，我们被蛇群围攻，能否让我们进去避一避，报仇好商量。异变生物潮终于爆发了，苏西第一时间封闭了洞口。裴记这边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蛇群，也是有些力不从心。与其等异能耗尽被群蛇吞噬，裴记毫不犹豫过来投奔苏西。苏小姐，我们被蛇群围攻，能否让我们进去避一避，报仇好商量。裴记已经开口，苏西自然不会为难他，当即让江离撤掉土墙，放2人进来。阿离，你朝这个方向打个通道，我们去看看婉宁怎么样了。江离点头，启动土系异能开始挖洞。没多久，几人都感受到一股明显的寒意，估计是婉宁在用异能对抗蛇群，你仔细一点。很快，苏西便看到一层厚厚的冰层，冰层后一个身影正警惕地看向这边。是我，婉宁，你打开冰层过来。苏西，宋婉宁立马撤掉这边的冰墙，快步走了过来。江离在宋婉宁的山洞口冰层上再次拉起1到1米厚的土墙，将山洞口完全封死。走吧，我那山洞空间大，先到我那里去。苏西带着一行人回到自己的山洞，除了苏西还算淡定外，其他3人都有些后怕。这些蛇都是从哪来的？要在这里待多久？若是迟迟不退，我们还不如早做打算，趁着物资还算充沛时拼杀出去。现在离开不是个好时机，我观察过，放眼望去，漫山遍野都是蛇，我们躲在山洞里还有一时安宁，现在出去只有死路一条。放眼望去全是蛇。裴记看向一旁一直没出声的苏西。苏小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暂且苟几天吧，这是异变生物潮，除了蛇群还会有其他物群，现在外面已经是异变生物的天下，我们出去基本要凉。太可怕了。咦，这是什么？竟然瞬间精神多了。
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，好喝又提神，而且现在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小零食，很多都不到9块9，真的省了不少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，超低价入手，官方限量补贴，双11直播零食我先囤了，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，链接在就有机会抢，限时限量，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。异变生物巢，没错，这个消息是官方基地传出来的，又辗转向各地。主角团能知道，是因为叶父在梁城，宋婉宁和裴寂都是被家族抛弃的人，自然没人会给他们通风报信了。阿离，你把山洞整体加固一下，留好出气孔，气孔不要开太大，就牙签粗的洞就行，免得有蛇爬进来。好。一直到第3天，异变生物巢才退散开来。苏西和江离打一声招呼，变成飞蚁从山洞出去。前几天山上来了这么多人，经过这波肯定死伤严重。苏西想要去捡漏一宝。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毒株黑寡妇，可进行变身。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黑寡妇3个小时。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1. 以黑寡妇之身存活24小时；2. 前往3章，并猎杀至少3个猎物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黑寡妇的能力，同时获得毒系异能，请进行选择。毒系，这可是强攻型异能啊！苏西毫不犹豫选择永久变身任务。搜了半座山，苏西见到背包，不管3721都先收进空间里。然而不经意间抬头，竟看到主角团带着几人往他这个方向走来，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苏西赶紧后退，避开众人的视线，找了块石头封藏起来。叶小姐，我真的有一个异宝，是一个会发光的小鸟，但前2天情况危急，逃跑中背包被撕破了，东西掉了一半，异宝肯定也是那时候掉的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骗你。我相信你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这2天山上全是可怕的异变生物，就算有幸存者，也没人敢出来。你的异宝只要是掉在山上，肯定能找到的，你别着急。声音很温柔，但话里藏着刀，泡男人脑门上的汗出得更猛了。看着男人的样子，不像说谎，这里真有异宝。苏西悄咪咪的起飞，先一步向前探查。飞过拐角，苏西四处查看，就看到头顶峭壁上2块巨石间有一张蜘蛛网，一个发光的小鸟木雕就挂在网上，异常醒目。这就是那人说的异宝。苏西扫了眼守在异宝旁边的异变黑寡妇蜘蛛，直接一个火球砸过去，蛛网燃起大火，黑寡妇被烧得直接砸落下来。苏西迅速飞向异宝，只要能碰到异宝，他就能将其收进空间，然后赶紧跑路。苏西按了个空，赶紧俯冲去追，一块石头突然冲着苏西就砸了过来，这要是被砸中，他非变成肉泥不可。石头砸到异宝上，那异宝像炮弹般骤然加速，被弹飞到叶心柔脚下。咦，异宝！苏西偷听到主角团正在寻找一只小鸟异宝，抢先一步找到了它。苏西迅速解决掉守护在旁边的变异毒蜂，麒麟突然掉落，苏西冲去追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巨石干扰，最后阴差阳错将异宝送到叶心柔脚下。咦，异宝 ？What？ 又将其身边的巨石砸去。叶老二立马收起，绕到地上，将众人保护在内，几人未伤分毫。就在这时，异宝上突然散发出炫彩的光芒。异宝怎么激活了？心柔，你快洗手！一阵山风突起，似在嘲笑苏西为他人做嫁衣。苏西看向天上翻涌的黑云，轻叹口气，转身离开。我吐！收拾好心情的苏西一口气织了3张直径2米的大网，累得趴在网上不想动。不远处有一片食人草地，不得不说，越危险的东西就越漂亮。这食人花长得就和妖精似的，让人移不开眼。吓人。苏西立马飞过去查看，在食人花丛中有一个发光的木偶小人，那小人穿着暗红的新娘服，端庄地站在花丛间。食人花精灵还是异变的怪物？突然，苏西又发现小人身上还系着细若发丝的线，是牵线木偶。苏西顺着细线的方向看去，是一只扯破的背包，可能是有人逃命时慌不择路冲进了食人花丛，被食人花吞噬了，物资就留在了这里。苏西直接砸了一套过去，食人花丛再次疯狂扭动起来，但奈何根在地下扎着，再扭能扭到哪里去？很快，异宝所在的地方就被烧成一片灰烬。苏西立马飞过去，抓起异宝，直接收进空间。西西又收获一个异宝。大哥，没事的，我就四处转转。这声音也特好听了，但怎么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？这么独特好听的声音，绝对过耳不忘，但苏西又很确定以前没听过。你呀，异变生物巢刚过，四周情况不明，你跟紧我，别乱跑。叶老大在这里，能让叶老大无可奈何又这么宠溺的？大哥，我知道了，我就四处转转，看能不能再捡一个异宝，不会走远。这才多久没见，叶心柔的声音就变成这样了。苏西突然想到，之前叶心柔获得的那个小鸟木雕异宝，好像是一只黄鹂鸟，所以叶心柔获得的能力不会是让声音变动听吧？果真是符合叶心柔的万人迷人设，只要叶心柔一开口说话，周围人都一脸陶醉样。咱老百姓，第二个我是真呀，真高兴。咱老百姓，第二个我是真呀，真高兴。等远离几人后，苏西又找了几个合适的位置，织了几张网，然后查看任务进度。
怎么回事？织了这么多网，居然一只猎物都没网到。苏西正纳闷着，就看到一只往这边飞来的苍蝇，在靠近蛛网时，硬生生来了个90度大转弯，向别处飞去。意外还是？苏西继续观察，然后就看到第2只、第3只都在距离蛛网还有一段距离时改变方向，终于确定这些生物在异变后有了灵智，知道蛛网危险会自动避开。怪不得结了10张网，一个猎物都没有，得想想办法。嘿嘿。蜜蜂正的冲向蛛网，挂在蛛网上拼命挣扎。苏西一掌拍过去，蜜蜂一僵，顿时没了动静。看来这种作弊的办法是有效的，那就好办了。哥，我们再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林子里也有异宝呢。你看，我们刚刚就捡到一个了，往前再走走吧，好不好吗？怎么又是他们？真烦人。苏西想起不久前看到的马蜂窝，上百只10公分长的虎头蜂围着蜂窝进进出出。来吧，小宝贝们，轮到你们表演了。找到马蜂窝，苏西二话不说，直接一个火球戳过去，蜂窝内瞬间涌出上百只虎头蜂，乌压压的一片，围着熊熊燃烧的蜂窝嗡嗡的飞个不停。我在这，放火凶手在这，看我，看我，快看我！哎，嘿！愤怒的马蜂们如子弹般向他扑来，苏西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跑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是马蜂，听着声音数量还不少。你们看那里，天啊，黑压压一片，全是马蜂，他们是不是冲我们来的？我的天啊，快走！来不及了。苏西勾引来一群虎头蜂，准备去教训主角团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是马蜂，听着声音数量还不少。你们看那里，天啊，黑压压一片，全是马蜂，他们是不是冲我们来的？我的天啊，快走！来不及了。怒焰当机立断，一道道冰墙拔地而起，同时众人纷纷催动异能攻击虎头蜂群。本就被苏西拉足仇恨的蜂群直接改变目标，冲着这些人就扑了过去，奈何被挡在堡垒外。这样可不行。堡垒被砸出一个硕大的窟窿，虎头蜂们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入堡垒内。啊！救命啊！出去，让我出去！很快，有人从破口内冲出来，但跑了没2步，就一头栽倒在地上，没了动静。有了第1个人冲出来，就有第2个、第3个。苏西静静地等着，除了这6个人，堡垒内没有人再出来。有人用身体堵住了堡垒的缺口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虎头蜂大军终于开始撤退。等所有虎头蜂消失在林子深处，堡垒内终于有了动静。毒蜂都走了，安全了，出来吧。这人出了堡垒，看着最初跑出来的6个人的尸体，目光中透着后怕。陆陆续续又有2人从堡垒内走出来。苏西又等了片刻，坚固如斯的堡垒终于消失，主角团露面了。好吓人啊！这些毒蜂怎么会攻击我们？陆燕看着刚收的人手又几乎折损殆尽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最后对活下来的3人道：天快黑了，我们先回去，让心柔用异能帮你们治疗。哎，你换新 iPhone 了？那多贵啊！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。我这苹果14只花了3300，比新款便宜2000。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大屏幕看剧可舒服了。真挺便宜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。总之，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。苏西看着几人离开，又看了看地上死去的几人，眼神又冷了几分。自己的手下利用完，尸首就这么晾在这，真让人寒心。苏西甩出一个个火球，砸在几具尸体上，让他们尘归尘，土归土。突然，一抹柔和的白光吸引了苏西的注意。异宝！苏西一刻不耽误，冲进骨灰堆，抓起异宝收进空间，一口气跑到安全的地方，苏西才放心查看是什么异宝。眼镜。按照异宝蕴含异能的规则，获得的异能将和眼睛有关。会是什么？千里眼、透视眼？不过现在苏西还在变身任务中，只能默默盘算着和眼镜有关的一切，等变身结束再一一实验。严格说起来，主角团但凡有一点恻隐之心，将那些人埋葬，这一宝都不可能落到苏西头上。可惜他们没有心。苏西闭上眼睛，安心睡觉。这月黑无风的夜晚，正适合偷偷发育。睡什么睡？起来嗨！趁着今晚异变生物潮刚收尾，其他幸存者还没反应过来之际，将能搜刮的物资全部搜了。一整晚下来，苏西找到了3个异宝：一个打火机，一个掐腰造影的刷子，一个金刚模型。嘻嘻，赚翻喽！刚刚顺手把剩下的2个击杀任务也完成了，现在只等变身时间结束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混账！放开我姐！看戏去。苏白，识相的把异宝交出来，我们看在亲戚的份上饶过你们姐弟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苏白，你有异能，你姐可没有。我爸妈和哥哥都是异能者，你打不过我们的，把异宝交出来吧。你们这群畜生，我爸妈是为救你们才死的，你们答应过我爸妈会好好待我们姐弟的，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异宝就把我们往死路上逼，你们今天最好能杀我，不然我一定会杀了你们。少年啊，还是太年轻了，这话一出，是真的断了你们姐弟的活路啊。果然，那4人一听此话，眼神都变了。
花灵少女当街抢包，其父母却并不阻止。你们这群畜生，我爸妈是为救你们才死的，你们答应过我爸妈会好好待我们姐弟的，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医保就把我们往死路上逼，你们今天最好能杀我，不然我一定会杀了你们。少年啊，还是太年轻了，这话一出，是真的断了你们姐弟的活路啊！果然，那四人一听此话，眼神都变了。本来还想放你们一条活路，但你小子不识好歹，就别怪做叔叔的我心狠手辣了。上，不用留手，医保无法损坏，杀了他们从尸体上捡就行了。那丫头不会异能，这小子又是个鸡肋的不能带人的瞬移，他们跑不掉的。瞬移，这小子是那天晚上的那个黑影，那救不救？苏西正盘算着，就见那姐姐突然一头冲向食人花丛。只要我死了，弟弟一定能逃出去。一颗火球突然从天而降，将苏念前方的食人花燃尽。紧跟着，又是一颗火球飞出，砸向那一家子。有人偷袭，藏头藏尾的，有种就出来正面刚。恭喜你完成永久变身任务，获得变身黑寡妇的能力，并获得毒系异能。苏西立马结束变身，从空间里取出口罩戴上，抬手一发毒箭射向四人。毒性这么强，苏西抬手又是1、2、3、4、5发毒箭射出。定。原本冲向几人的毒箭突然静止在空中，像被施了定身术般。空间异能还是时间异能？这两样异能比精神异能还无解，只能提前防备在可攻击范围之外。苏西再次攻击，毒箭、毒雨、石头雨、火球雨，不要钱似的铺天盖地的砸过去。我让你定，看你能定到何时。趁着四人被牵制，苏西拉起苏念，你在这里等着，不要出声，我去救你弟弟。苏西转身飞回战场，路过一个3米高的大石头，一把举起，飞上100米高空，狠狠砸向四人。我要顶不住了。哥哥，那你会这个提神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喝完瞬间精神多了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，好喝又提神，上面很多都不到9块9，好吃又便宜。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，现在赶上双11，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真的买的值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今年双11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。我带你去找你姐姐。姐弟团聚后，苏西反身折回大坑查看情况。都死了，怎么说也是3个异能者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？苏西当即对着空中来了一阵毒雨。中年男和少年原本躲在废墟中想要偷袭一波，没想到人没等来，却等来铺天盖地的毒雨，两个人瞬间被腐蚀成一架白骨，轰然倒地。这下总死透了吧？苏西仔细观察，确定骨灰堆里没有医保，才反身去找苏念两姐弟。远远的却听到两人在争吵。小白，这医保我想留给刚刚那个小姐姐，报答她的救命之恩。姐，你没有异能。这个医保要给你用，等你有了异能，别人就不敢轻易欺负你了。那人救了我们不假，但是别人能救我们一次，还能救我们一辈子不成？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最要紧的呀。刚刚那小姐姐一人碾压2叔1家，那你能打得过她吗？我看着那小姐姐还没有使出全力，你说一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什么要救我们？我知道你是想让我获得异能，增加自己的分量，但是小白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医保自己用好，还是收一个拥有异能的下属好？小白，这是你得听姐的，不要再动什么心思了。末世爆发之间，能活下来都不容易，只要咱们活着，医保以后还会有的，明白吗？苏念一番苦口婆心，终于让苏白冷静下来。姐，我听你的，但那人要是为难咱们，我还是会和他拼命的。好。苏西诧异的看着苏念，没想到这姑娘年纪轻轻的，思想竟这般透彻。等会问问，看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。苏西要建立自己的势力，对抗天道，肯定要收罗一批能干的人才，遇到合适的人，自然不能错过。这样想着，苏西飞到两姐弟身边，苏念立马将手中的医保递了过来。谢谢您救了我们姐弟一命，这个医保还请您收下。苏西一边留意两姐弟的反应，一边伸手接过医保。苏白脸上有些慌乱和心虚，毕竟还小，背后算计人还做不到坦然。医保我就收下了，你们的诚意我也接收到了，我打算建立安全基地，你愿意跟着我吗？这突如其来的问话问懵了苏念。你确定吗？我没有异能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也就手脚勤快，干活麻利一些。没错，就是你，医保不用担心。以后团队成长起来，你也会有的。而且现在团队基本人均异能者，护你一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如果你要加入的话，勉强可带你弟一个。什么叫勉强？我好歹也是一个异能者，好不好？异能者我们有，以后只会更多，但有脑子的却难得。你，苏念明白过来，他们刚刚的谈话80%是被人家听到了。我愿意加入您的团队，效犬马之劳。我弟弟他只是为我单位担心，才会一时昏头，以后不会了。若是我们姐弟谁再有出格的举动，您直接斩杀我们就行。很好。走，我带你们去认认门。苏西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救下被亲人背刺的两姐弟。我愿意加入您的团队，效犬马之劳。很好，走，我带你们去认认门。姐，你回来了，这两位是？路上捡的，这妹子是普通人，这小毛孩是暗影系异能，听着挺拉风，实则有些废，以后你多照顾照顾她。土系异能，江离看着没比两人大多少，
但那一身掩盖不住的杀伐之气，明眼一瞧就是个不好惹的。你好，多多关照。好说，这家伙得好好操练操练，别以为有了异能就能上天了。阿离，你将这里和裴寂之前所在的山洞打通，让他们姐弟住。好。江离转身向后走去，苏念两姐弟对视一眼，默默跟上。安顿好姐弟两人，苏西将一宝打火机取出，递给江离。这个给你，你找找激活办法，应该是火系异能。江离也不推辞，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，将其点上。一宝没反应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动作还怪熟练的哈，是不是找抽？江离一缩脖子，连忙摁灭。姐，我就试一下，你别这么暴躁。苏西不再说什么，又从空间里取出礼物和一宝，开始研究。这是苏念给的，我救他们姐弟一命，苏念为表达感激，把一宝给了我。他弟弟的异能不错，但缺乏实战经验和随机应变的能力，你多磨练一下，只要留口气就行。行，以后还会有人加入进来，你要磨砺，提升他们实战能力的同时，也要树立自己的威信。以后咱们说不定会拉一个异能小队。姐要建基地，目前是有这个想法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快去研究吧，多烧几样东西试试。苏西催促江离赶紧去研究激活的方法，自己也打开礼物盒，不断往里面放着东西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也不行。是盒子，肯定是要装东西的，但为什么没反应？礼物盒，礼物，看来一般埋汰的东西不行。试试宝石，还是不行。一旁的江离看他来回折腾都没用，大不过来，将手里的一宝打火机丢进盒子。姐，装个一宝试试看，万一瞎猫撞到死耗子了呢？话音刚落，礼物盒就爆发出炫彩的光芒。成了，姐，快吸收。苏西伸手，是空间异能。恭喜你，异能空间增幅10次，空间体积扩大1倍。苏西精神一振，一手进入空间，就看到原本塞得满满当当的空间瞬间多出许多位置。这下他收集的物资就全能装下了。事不宜迟，苏西当即将山洞内所有物资收进空间，放在外面他总觉得不安心，还是收到空间里好。等一切收完，还剩余100平米左右的空间。苏西回到房间，又将一宝黑框眼镜拿出来戴上，意料之中的没反应。果然，真这么简单，别人早激活了，哪还等得到我来捡漏？苏西收起眼镜，又将提线人偶拿出来。这玩意他曾看过几场表演，苏西当即按着记忆中的动作给木偶来了一遍。木偶新娘没有反应。不对，难不成是要激活者跳？试试。他做红帐面的浓妆，唢呐一声唱五月芳，这女子脸白高堂，外边的日月二百秋一望，这一生为什么？怎么是红光？这算是激活成功了，还是失败了？苏西迟疑了一瞬，还是伸手抓住木偶，红光悉数没入他的体内。恭喜你激活并吸收木偶新娘中的能量，获得神级木偶师技能。此技能具有唯一性，凡是被你击杀的人，尸体都可被你控制，成为你的傀儡。时效为24小时。傀儡其行为思想和生前一样，但只听你的指示。目前可控制的傀儡数量1，目前有效控制范围30米。不错啊，和百变技能一样，拥有唯一性，肯定不简单。目前可控制的数量和范围，也就是说后面是可增长的。苏西看了眼失去光芒，重新盖回红盖头的木偶新娘，又将其收回空间。苏西亲自跳了一段木偶戏舞，成功激活神级木偶师技能，和百变技能一样，拥有唯一性，肯定不简单。接连激活2个异宝，苏西再接再厉，又将一宝刷子拿了出来，看起来像把鞋刷子，激活方式不会是刷鞋子吧？你已成功激活并吸收一宝刷子中的能量，获得净化术，可立即清除一切负面效果，使其恢复到正常状态。目测是辅助类异能，试一下。苏西当即催动毒系异能给自己胳膊来了一下，净化术，毒液腐蚀的剧痛瞬间消失，伤口开始愈合结痂了，是超凡自愈起效果了。看来超凡自愈也不是无敌的，之前毒液没被净化前，伤口可是一直在扩大的。突然，一只小肥鸠疯狂地扑腾着翅膀向苏西飞来，抓着他的衣服，示意他快走。能让小肥鸠这么急躁的，怕是只有照顾过他们的宋婉宁和裴寂兄妹了。这2个炮灰可千万别死了啊！苏西立马展开翅膀，示意小肥鸠带路，一路飞了40多分钟，最后落在一处被藤蔓遮挡的山洞前。看来就是这儿了。小肥鸠扑腾着翅膀往里飞。听到鸟叫声，裴寂抬头，老白说已经找到人带过来了。宋婉宁闻言，紧绷的神经明显松弛不少。我们有救了。你就这么肯定他能打得过对方？苏西虽然不一定打得过那群人，但他肯定有办法让我们逃生。裴寂不再说话，拧着眉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谁？是我，西西。宋婉宁立马迎了上来。你说的没错，那人确实是个金牌扫把星，谁遇上谁倒霉啊！所以你们是遇到叶心柔了？我和裴寂想着这次生物潮死了不少人，就想去捡点物资，没想到竟捡到个异宝。叶心柔那一群人却不知从哪里窜出来要抢，情急之下我们就动了手。宋婉宁凝聚了10几根冰刺攻击对方，结果被反弹回来，全打在自己身上。
裴寂直接催动3把匕首，却也被反弹回来，其中一刀就切在手臂上。两人察觉出不对，一宝也不要了，转身就跑。快上车！这车不错，新买的。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0万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但诡异的是，不管他们怎么躲，对方都能精准地找到他们。两人怀疑对方在他们身上动了手脚，也不敢回山洞，只能往密林子里钻。后来遇到3小只，就让小肥揪回去报信。听完两人的遭遇，苏西直接麻了。你们感觉身上有哪里不对劲吗？我们自查过，都没发现有什么异常。我们怀疑对方有什么独特的异能，给我们打了标记。追踪类的异能吗？我的净化术可以净化一切负面影响，应该能清掉他们身上的标记。苏西对着一旁的宋婉宁抬手催动净化术。婉宁，如果你感觉有什么异常或不舒服的地方，马上告诉我。宋婉宁仔细感受了一下，没感觉到什么异样。苏西持续催动异能净化，宋婉宁终于有了反应。这里有点刺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剥离出去的感觉。苏西精神一振，拉开宋婉宁的手，就看到她耳后有一个半公分大小的黑色菱形印记。我再净化一下看看。既然找到目标，苏西直接对着菱形印记催动净化术进行精准打击。在白光的笼罩下，那黑色印记开始扭曲、模糊，最后消散无形。可以了。苏西转身来到裴寂身边，果然也有。苏西当即催动净化术将其净化。谨慎起见，你们最好还是在外面多待一段时间，我去会会他们，确定真的安全了再回去。说完，苏西将两人送到了山洞对面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上，便离开了。此地距离山洞直线距离有100米多远，可以有效规避叶老大的异能探查，还能看到对面山洞的情况。他还真是深不可测。天下没有白得的好处，是我们还不够拼命。这次的接触，苏西展现出来的实力深深刺激了他们。两人从来没有哪一刻如此渴望变强。苏西飞在空中，顺着两人提供的路线飞过一座山头，很快就看到了主角团的身影。我脚好痛啊！丁达，你确定对方就在这附近？叶小姐，印记消失前，他们就在这山坡下的一处山洞内藏着。虽然3分钟前印记感应突然消失了，但这里危险重重，3分钟时间，对方就是想跑也肯定跑不远。我们抓紧时间，一定能追上的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拖累，咱们已经将那几个人抓住了。不，我不是。别废话，带路。是，老大。我抱着你走，这样快一点。不劳烦陆先生了，我家小妹我会照顾好。陆燕自然不肯，两人僵持在那。苏西猫在暗处捡起一块石子，对准最后那人弹射而出。前方叶老大和陆燕停下争执，向后看来。孙崇，你怎么了？麻了个巴子的，想当年我爬泰山连口气都不带喘的，现在爬这么一会儿山路就腿软了。要不是有这个草窝子拦住，我怕不是要一头滚到底去。叶老大催动异能探查四周，没发现异常。小心点，别下次摔到蛇窝里去了。是，下次不会了。快走吧，别耽误时间，让人跑了。来了。男人上一秒被苏西大招击杀，下一秒便以活人无一般起身，而主角团完全没有察觉到异常。快走吧，别耽误时间，让人跑了。来了。一行人很快来到山洞前。老大，我打下的印记就是在这里消失的，进去看看。大家都没有注意走在最后的孙崇。哼，又跟丢了，那两人会飞不成？攻击！小心！陆燕立马拉过身旁的丁达，挡在身前。孙崇叛变了，快杀了他！二哥，别去，这个孙崇有问题，我的攻击居然起不到半点作用。叶明川，你用精神攻击试试。片刻后，叶老大也皱起了眉。精神攻击没用，这人就像个无知无觉的怪物。叶老二的伤势怎么样？还能动用异能吗？我的冰墙挡不了多久。叶老二疼得全身冷汗直冒，强忍着拉起一道又一道土墙，将通道堵得死死的。苏西催动孙崇攻击土墙，结果俯视出1米的深坑，都没能将石墙穿透。苏西见好就收，路过丁达的尸体时，心中一动，对其催动木偶异能。下秒，丁达猛地睁开眼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这尸体都破烂成这样了，居然还能用！苏西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大号黑色塑料袋，晚点给叶心柔送个大礼过去。深夜，苏西摸到叶家山洞外，将装着丁达尸体的塑料袋取出。救命啊！大家给评评理啊！是丁达，天啊，他怎么伤成这样了？伤成这样还能活着，真是奇迹。不对啊，丁达早上不是跟着叶老大和叶小姐一起出门的吗？孙崇发现了异宝，叶小姐想要，他们就想杀了孙崇夺宝。孙崇反击，陆老大就拉我挡箭，孙崇已经被他们合伙杀死了，我也快死了。只要叶小姐看中你们的异能，你们都逃不过一死。陆老大知道从活体中提取异能的办法，等到了良城，他就会把所有人杀了。快跑吧，晚了你们就跑不掉了，谁也跑不掉，都得死。嘶哑诡异的笑声中，丁达像是完成使命般，瞪着不甘的双眼倒地而亡。整个山洞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被丁达的话镇住了。没多久，就有头脑灵活的人起身向外走。
丁达伤成这样，叶老大他们肯定遇事了，我去迎迎他们。等等，我也去。有一就有二，短短几分钟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苏西变身小飞蚁，悄无声息地跟上出走的大部队。这群人找了处荒废的山洞，大致清理了下，也不敢点灯，就黑灯瞎火的低声讨论着。我决定脱离叶家，独自行动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说不定下个被拉来挡枪的就是我了。黑娃，你是不是知道啥？对了，上次你们一群人跟出去，就回来了3个，是不是也遇到啥事了？对，我们遇到异变蜂群袭击，叶老大那群人拿我们当肉强，秦三他们就是被活活折死的。死后，他们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就那么走了。现在看来，他们打心里就没把咱们当自己人，就是当替死鬼的。或者，就像丁达说的，咱们只是他们的移动异能库，也未必不可能。确实，我们的异能不也是吸收了异宝获得的？换句不好听的，咱们就是变相的异宝。那怎么办？我好不容易才活到现在，可不要给他人做嫁衣。要不咱们自个组队？苏西趁机哑着声音提议道：“你看，这到处是异变生物，就算咱们有异能，也有独木难支的时候。多个人多份保障，是不？既然陆燕能建立夜宴，我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异能保护组织和他对着干？上一世陆燕之所以能这么猖狂，也是因为民间异能者数量虽然庞大，却没有领导者，终究只是一盘散沙。这一次，我若是将其归拢起来，用来针对夜宴呢？”苏西趁着天黑，窝在暗处和众人商量对抗主角团的计划，一直到后半夜，大家都困得受不住了，才起身悄悄离开。什么情况？姐，你醒了？刚刚的爆炸声像是山后密林里传来的，像是直升机爆炸的声音。直升机？这地方怎么会有直升机？不会是官方来救助幸存者了吧？不太可能，末世都爆发这么久了，要能救援早行动了。还有一种可能，要救援某种特殊人才。不管是什么，我先去探探。苏西安抚住几人，从山洞离开。苏西刚想上前查看，直升机突然2次爆炸，一道白光飞溅而出。异宝，呵呵，我也能有这样的好运。苏西收好异宝，绕着事发现场走一圈，发现不远处树上挂着2个人。此时，中年汉子正试探着想割断伞绳，2人头顶树枝上正盘着一条成人手臂粗的绿蟒，对着2人不停地吐着蛇信，一副马上要攻击的架势。这2人身份不简单，尤其这个老头，在这种环境下还这么护着，估计是什么重要人才。别割绳了，你们脚下是吃人的插叶毛膏菜，掉下去肯定比被蛇咬死还惨。你们别动，我先帮你们把头上的毒蛇弄走。他明明在救人，却被诬陷是始作俑者。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快把人放下来！队长，秦老，你们别过来！姐姐，你别闹了。秦老要是有个好歹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就你有嘴，打你我都嫌脏了自己的手，给老娘滚一边去！你找死！叶心柔直勾勾地盯着苏西背后的流光翅膀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姐姐的翅膀好漂亮啊！心柔做梦都不敢想象会有这么漂亮的翅膀。你也会有的，不用羡慕别人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说会有，就一定会有的。陆燕，你真好。辣眼睛！苏西别过头，就看到另外2人已经来到树下，其中一个全身上下被插叶毛膏菜缠上，只露出一个头部在外。我去，这么精彩的剧情，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。说起运动，就离不开一双好的鞋子。想要确认自己的鞋子是否正品，这时候就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苏西一个俯冲将人提了出来。男人已经神志不清，口中却还是喃喃着什么。苏西凑近细听后，眼中闪过一道异色。他先用火系异能将此人身上的插叶毛膏菜全部清理干净，又用净化异能进行消毒。最后，苏西又背着众人从空间里取出2粒消炎药给男人喂下，确定他一时半会死不了，才起身。正规人员应该受过专业培训吧？居然不认识插叶毛膏菜？我们野狼办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智慧。还野狼？我呸！狗都比你精。我怎么？我救了你同伴，你很不开心？机关枪似的一通抢白，成功让黑脸汉子额角青筋直跳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，我说不过你，你把我战友还给我。黑脸男抬手射出一条藤蔓缠向娃娃脸，临到近处，那藤蔓突然转了目标向苏西抽来。我救了你同伴，不感激我就算了，还想打人？苏西抓着藤蔓大力一甩，直接将那人甩飞出去。看到苏西提着3个血呼啦叽的人走进来，江离直接吓了一跳。别出声，快关门，看看四周有血迹没，给埋一下。这什么情况？碰巧救了几个倒霉蛋，快弄点干草啥的垫一下。能做的都做了，现在只能听天命了。苏西看着这满屋子的病号，要是有治愈术就好了。这3个人短时间内最好静养，咱得另外寻个安全的地方。阿离，你用异能开几个石室，记住前后左右距离山体外面都要有50米的距离，免得对方用异能探查到。好。半个小时后，江离建好房子，上来叫众人。3个病号，裴基背1个，苏白还小，江离要留下善后。最后苏西一手举一个，看到此壮举，众人眼睛都瞪圆了。咦，都啥表情？
我没和你们说过，我不但会飞，还是力量系异能者。众人齐齐摇头。哦，那你们现在知道了吧？都别傻站着了，快走吧。姐，我记得他还会毒系和火系异能，是不是？会飞、大力士、毒系、火系。天呐，他是4系异能者。你错了，西西是5系，他还会净化术。还有我的冰霜系是西西让给我的，不然他现在就是6系了。这些还只是他展示出来的，说不定只是冰山一角。别人在末世求生，苏西带着小弟窝在地下堡垒围炉吃火锅，热乎的、酥软的，有菜有肉，我都不知道多久没吃上这么好的了。连续下了1个月的暴雨终于停了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上地面来透气。天呐，蓝天白云，真是久违了，有种恍若隔世的不真实感。我操！你们看那里，那2个庞然大物是什么？这左边是城区，不会是血魔巢堆叠的怪物吧？那右边这个是什么？恐怖程度完全不弱于血魔杀，看起来感觉像是蛇。蛇会有这么大吗？照这高度，不得有个几百米长。你们有没有感觉两者之间的气氛好像不太对？那个，这真的是巨蛇，我亲眼见过，他当时还被天雷劈了，大家都被吓到了。真的是蛇，这么大的蛇！这我要赶紧上报，让上面提前做防备。不用担心，地动过后，天堑出现，两边就是不同的世界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到天堑对面去，要是被留在这边，真就完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趁着大家回去收拾的功夫，苏西展开翅膀飞进后山密林，掏出一套男装换上，然后心念转动，变成了一个长相清秀的少年。之前这1个月，他已经找到激活脸谱的方法，获得了神级易容术。也是因为有了易容术，苏西可以光明正大的混入异能团。在他提供了几次物资和信息后，他在异能团的地位也稳步提升至2把手智囊的位置。你们看，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敢独自开船出来。老大，这人好像是冲着咱们过来的。还真的是，老大，他就1个人，咱们要不要先动手为强？不对，你们看那人像不像咱们腌坏的2老大？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再仔细一瞅，还真是。几人兴奋之余，都悄悄抹了把汗。还好没攻击，不然就完了。这1个月接触下来，众人对苏西都有了深刻的印象。2老大鬼点子最多，还小心眼儿，他们是宁愿得罪老大，都不想得罪2老大。大哥，兄弟们，我江祈年回来了，就问你们帅不帅？江祈年是苏西随口起的化名。帅，二哥威武，二哥霸气，让我来给二哥拍个帅照。哎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2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可惜了，我那漂亮妹子变成血魔了，不然高低做个亲家。得了吧，就你这相貌，我都能想象到咱妹金氏的容颜。别再把二哥吓跑了，当心我跟你急。你这话说的，我们就不能一个像爸，一个像妈了？祈年，你回来了，这船是？徐战眼底透着激动，有了船，大家的退路就不用愁了。嘿嘿，路上遇到的就借过来用用，这船坐7、8个人都没问题。这个借字，大家都默契的没有追问，而是纷纷靠过来打量起船来。苏西将地动天堑的事告诉几人，让他们快点出发，规避这场危机。那你呢？不和我们一起走？咱明面上不一起，但我会在暗中看着你们的。交代完后，苏西原路返回，大家已经整理好物资等着。苏西一回来便登船离开，2艘船一路向前疾驶，众人都有些不舍，但这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。事到如此，唯有拼命向前，才能得一线生机，哪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多愁善感？前面有个林子，我去看看情况，安全的话就在那里停靠休着。刚飞出不久，苏西脑海中突然传来了意识流，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意识100年野人参，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。任务1，野人参存活24小时。任务2，虚伪俱全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野人参的能力，同时获得治愈术。检测到目标生物正遭遇异变的鲤鱼怪，3秒后便会被鲤鱼怪吞食，请尽快选择。治愈术，我选永久变身。至于异变的鲤鱼怪，苏西完全没放在心上，所以我现在是一只人参精了。这特么是鲤鱼怪！救命！救命！那啥，会飞的人参，这人参成精了。还不等他们回神，一条3米长的鱼形怪物跟着冲出水面。这特码什么怪物？快闪！10几条鲤鱼怪快速向这边围了过来，苏西当机立断跳到船上。我去，江哥，快抓住他！吃了他，说不定能长生不老呢。小人参精好像生气了。众人瞪着掐腰站在船头的人参，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有怪物围过来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快跑啊！妈呀，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怪物？身后的鲤鱼怪吐出一个篮球大的气泡，向众人冲来。这气泡有什么用？江离一个土刺刺向气泡，众人大脑微微震荡了下。原来是阴功，可惜威力不怎么。我操，还能这样玩？这下威力还小吗？不小了。这上千个要是一起爆，可没人能承受得住。尽量挡住，别弄破了。最后，宋婉宁拉起一道冰墙，将那铺天盖地的气泡挡住。一行人趁机快速向山顶移动。小心脚下，不要踩到蚂蚁洞。
蚂蚁异变后特别凶残，你要是敢把它们巢穴踩踏，它们能追你到天涯海角。异变的植物也要小心，那叶子锐利如刀，不小心划一下就是一条血淋淋的口子，要是再带了毒，也能折磨掉你半条命。走着走着，众人进入一片潮湿的密林，发现满地都是拳头大的双苞菇，每一个都白白胖胖的，特别喜人。姐，快看，你最喜欢的双苞菇，咱们要不要采一点带走？这些明显是异变的，不能吃吧？啊，不一定吧。秦爷爷，听说你是搞生物研究的，你看看这些蘑菇能吃吗？这，李队长，无菌袋还有吗？咱们收集一个回去了研究一下。秦爷爷，等你回去研究后再决定能不能吃就晚了，到时候天堑已经形成，咱们过不来的。要不咱们先收集一点带上。苏念拉了拉弟弟，示意他别再瞎出主意。哇，小人参精，你在这里啊？我还以为把你跑丢了呢。秦爷爷，你看这颗人参精也是异变的，研究一下它能不能吃吧。吃，就知道吃。哇，人参精砸人了！尼玛，智障啊！大家明明都饿疯了，却对满地的蔬菜水果视而不见。可惜了，这么大一颗草莓能吃好久了。前面有个山洞，我们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吧。山洞确实要比露天安全，江离，麻烦你建几个堡垒将大家保护起来。我和孙元先进山洞里探探路。等我建好堡垒，和你们一起去。我有火系异能，在黑暗中作用更大一些。行。江离找了个合适的位置，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，让大家躲进去，便和李超两人一起进了山洞。苏西没有跟着进去，他现在有任务在身，不适合冒险。这小人参精还挺机灵的，小人参精别那么小气嘛！你看这么多参须，给2根吧。大家本来还挺紧张的，被苏白这么一闹，也不由得看向扒在墙壁上的野人参。这棵是野人参，至少130年，身形似人，根须齐全，价值只会更高。100多年的野山参呢，末世前不得上百万。这样品相的应该会更高。这人参精看样子是赖上咱们了，等混熟了，把它抓住捆起来，切片研究看看能不能吃。你仔细点，他听得懂，等会给你吓跑了。苏白立马冲顶部的人参笑道：“嘿嘿，我吓唬你的，你应该不怕吧？”还真听得懂，那我更得吃。吃，就知道吃，安静点。众人皆是一惊，纷纷凑到气孔前探查外面的情况。是李超的声音，山洞里到底有什么？我们要不要去救他们？先别急，再等等，要是3人迟迟不出来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山洞内，3人遭受了一变血蝙蝠群的袭击，江离一边用火系异能攻击，一边拉防护墙阻挡。但那一变蝙蝠却出奇的难缠，一道防护墙几乎刚拉起就被蝙蝠群撞破。眼看蝙蝠群就要追上江离，一颗巨大的火球突然出现，挡在蝙蝠群前方，跟着又是毒液球砸进去，一时间蝙蝠凄厉的惨叫声响成一片。江离趁机带着2人冲出山洞，确定3人安全撤离。苏西暗松口气，收回身躯，从墙壁上抠下几块土，将出气孔尽数堵上。小人参精，你干嘛呢？我们还要看江德他们怎么样了。江白抬手就要去抠堵住气孔的土块。你说你真是的，我得赶紧问下西西有没有创可贴。哎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Leno X100还卖了2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找爱回收准没错。苏西冷冷地盯着苏白，其他人感觉到莫名巨大的压力，都惊骇地看着小人参，大气不敢出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说完，江离也莫名有些发怵。这气氛，以前西姐发怒时也是这样吓人。咦，气孔都被堵起来了，还好堵住了，不然人气外泄，我还真怕我们跑了，那群血蝙蝠来攻击你们。快跟我下来，先躲起来再说。此时，苏西已经先一步来到地下堡垒，孙元正满头大汗地为李超处理伤口，伤口的血是黑红的。苏西悄摸摸地伸出一根参须搭在李超身上，用净化术帮他净化体内的毒素。地道里渐渐传来众人的脚步声。小李这伤是被蝙蝠咬的吗？伤口刚包扎好，也喂了消炎药，就看他能不能挺过来了。然后在众人的问询下，将山洞内发生的一切大致说了一下。用毒？我记得你们3人没有毒系异能。我姐有啊，当时我姐肯定在附近，顺手救了我们。那你姐人呢？怎么不和大家会合？我姐离开时不是说了，她有事要办。怎么这么一大群人，还要靠我姐一个人护着？空气一时静默。血蝙蝠牙中带毒，咬合力也很强，现在被我们惊醒了，肯定会沸腾一阵子，短时间内都不适宜再上去了。那我们挖地道，从地下走，等离得远了再回到地面。不行，这里不是玉石山，全是石头，环境单一安全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就从山洞口挖地道到这里，我们就遇到了3波危机：异变的地龙、绞人的竹根，还挖到一窝20公分长的金针虫。这地下肯定还有其他异变生物群，贸然行动和找死没区别。几人听得一阵头皮发麻。这么说来，地表行动反而比地下安全了。苏西听得直犯困，但又强撑着不敢睡，万一有什么玩意趁他睡着时咬他一口，那不得完蛋。要是西西在就好了，他平日点子最多了。我姐点子多，那都是拿命拼杀积累的经验。她和你们最大的不同，就是遇到危险时从不期待他人，而是自己思索脱困之法。现在是末世，我姐不可能一直护着你们，你们必须自己成长起来，不然
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我姐就会觉得你们是累赘，从而舍弃你们。这一番话说的众人心里都是一惊。江离将众人反应看在眼里，冷哼一声，转头看向脸色惨白的苏白：“你怎么回事？一副见鬼的样子！”他被小人参吓到了。小人参？苏念将当时的情况细细道来。江离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那小人参呢？没跟着过来？我们撤离的时候，小人参还在堡垒顶趴着，没见他下来。江离闻言便要起身去寻。唉，这小子八成是怀疑到我身上了。苏西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的身躯，一整个晚上他都打着12分精神，终于撑到了第2天。恭喜你完成变身野山参的任务，获得可活死人肉白果的治愈术。众人有些莫名地看着小人参在山洞内蹦来蹦去，似乎很兴奋的样子。这小人参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江离却是若有所思地起身向外走。我去外面看看情况，如果雪蝙蝠散了，我们就立马离开。行，你小心一点。江离一路来到地上堡垒，苏西跟在他身后。江离看着小人参，试探性的小声喊道：“姐。”苏西感知周围确定安全，结束变身，就知道瞒不过你。两人一起生活多年，对对方的脾性和习惯太了解了。这是我的异能，可以变身，不过变身期间比较脆弱，需要苟一点。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外面的血蝙蝠也散了，我等下给李超治疗一下，你们就继续前进。对了，我获得治愈术了，给你试试。说着，苏西指尖冒出一团白光，弹到江离身上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暖暖的，浑身都轻松了不少。走，我们下去给李超看看。西西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还获得了治愈术。咦，李超受伤了？苏西装作刚发现李超受伤的样子，走过去查看。大伙听到他获得了治愈术，是又惊又喜，快速将昨天发生的事大致说了一遍。昨天我们被一种怪鱼追，不得已上了岸，想找一个山洞过夜，没想到那山洞是血蝙蝠老巢，李超被血蝙蝠咬了一口，昨天夜里醒过一次，后来又昏迷了。西西，你看这治愈术能治吗？我试试吧。说着，苏西手上散发出一团白光，虚按在李超伤口上方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好神奇！从愈合的速度来看，我这治愈术似乎要比叶心柔强不少。西西姐姐，你能帮我哥哥看看吗？我哥哥胳膊断了，能再长出来吗？大家视线落在裴寂身上，都暗暗叹气。传说中治愈术能活死人肉白骨，真的能凭空再生出一截胳膊来吗？众人都认为不可能。我看看。苏西将裴寂胳膊的绷带解开，催动异能，伤口的结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脱落，露出光滑的断口。但10分钟过去，裴寂移开了胳膊。起初伤口有些痒，愈合后就没感觉了。刚刚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也是期待的，但没有达到预期，裴寂也只是有一瞬的失落，便恢复正常。众人也暗叹一口气。过了一会儿，李超醒来了，众人起身准备继续赶路。姐，你这次和我们一起走吗？还是分头行动吧。苏西决定再到处转转，说不定还能遇到可变身的生物呢。苏西飞行在空中，远处地平线上有5个小黑点在不断变大，是5架直升机，好像和之前秦老他们的那架一样。难道是那个方块脸叫来的支援？很快，5架直升机越来越近，竟然缓缓停在了这片山头上方。不会吧，这里地势崎岖，草木茂盛，也不适合停机啊。苏西刚这样想，就见其中一架直升机放下2根绳索，2个人顺着绳索滑落到地面，然后催动着10几把大刀，将四周清理出一大片空地。5架直升机相继降落，真是晦气！有飞机不直接走，还停在这里专门来清理我们这些炮灰吗？苏西转身要走，又瞧见叶心柔从直升机上下来，怀里还抱着一个鱼缸，里面有一条超大尾巴的泰式金鱼。这鱼应该不是异变的吧？我得想办法探测一下。这一守就守了3个多小时，这群人又清理了大片空地，扎上帐篷，眼看着是要在这里宿营了。叶心柔将鱼缸放在一边，和叶老大陆燕一起向一个独立大帐篷走去。机会来了！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条泰式金鱼，可进行变身。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 1. 以泰式金鱼之身存活24小时； 2. 在水里游动10公里的距离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水下自由呼吸的能力。这怎么选？周围就这一个小鱼缸，总不能凭空多出一条金鱼来。有情况，快闪！就在苏西飞走的瞬间，金鱼不动了，水波静止了，连飘落的树叶也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，整个空间仿佛静止一般。3秒后，一切又恢复正常。妈呀，幸好我撤得快，不然就被定在那里了。苏西扫视着整个营地，最后视线落在鱼缸不远处一个相貌清秀的女人身上。那女人正皱眉打量着四周，似乎有什么疑惑，又在寻找着什么。这异能倒是强大，留在叶家可惜了，很大可能会被陆燕要走，抽取异能。至于那个金鱼，获得的能力说厉害也厉害，说鸡肋也鸡肋。苏西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。苏西找到江离等人，催促道：“快藏起来！叶家还有李超的队友带着20多人找来了，对方基本都是异能者，其中有能定住空间的异能者，还有没有其他特殊异能的不清楚，实力比我们强太多，最好不要碰上。”苏西打量着四周，心里忌惮着叶心柔的主角光环以及没底线的天道。阿离，你在这峭壁内开一个地道，深一点，大家躲进去，快！姐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吗？你们躲起来，我去观察四周，有情况我好及时通知你们撤离。一起躲就太被动了。吩咐完，苏西便又向着主角团扎营的地方飞去，结果迎面就看到方块脸带着几人向这边走来。
这些人扎营的地方离这里差不多有20多里地，怎么就那么巧，那么快的摸过来了？进入峡谷后，方块脸突然在江离挖地道的大石头边停下。就在这开始探测了，这仪器探测深度可达30米，看看这峭壁内有没有特殊物质。啥玩意？不是，谁家好人逃命还带着这玩意？苏西甩到几人面前 ，Hello， 又见面了。不等他开口，苏西举起弹弓对准仪器。哟，坏了！你找死！又一台机器报废，是不是恨不得杀了我啊？来啊，别光站那无能狂怒呀！苏西抬手，最后一台机器也报废了。就是这个女人抢走了秦老和队长，我们一起上，抓住她！其他人一听，纷纷拿出武器。苏西没来由的一阵心慌，快速向旁边闪，堪堪躲过了一击。我去，狙击手！苏西转身飞进密林，有狙击手在，他在空中飞就是活靶子。拉开距离后，苏西找了个安全的角落，变身小飞蚁，又悄然折回。那5个人保持着尖刀队形，在密林中摸索着前进。苏西瞅准机会，冲过去，对准方块脸的脑门砸了一团毒液，方块脸倒地身亡，怀中抱着的加特林重重砸到地上，又在其他人的注视下凭空消失。警戒！警戒！众人保持队形，快速撤离。营地里，众人见几人神色不对，纷纷上前询问：怎么伤成这样？我有治愈术，给你们治疗。苏西悄摸摸跑到直升机边，一架估计不够，再来一架。咦，直升机怎么不见了？凭空消失了吗？我什么动静都没听到啊！苏西趁热打铁，跑向无人看管的鱼缸，叼起金鱼飞快窜走。虽然金鱼获得的异能有些鸡肋，但顺手的便宜，不捡白不捡。先是直升机不见了，在后面鱼缸里的金鱼也莫名其妙消失。主角团终于开始慌了。妈妈，有脏东西，我害怕。别闹，那贼应该是同时拥有空间和隐身类的异能，才能悄无声息地偷走这些东西。桃心，你离鱼缸最近，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？当时有人喊直升机不见了，我就去看情况，没有留意鱼缸这边。你有时空异能，团队里出现变故，第一时间没有展开异能查探四周，反而是瞧热闹去了。对不起，我没经验，以后会注意的。桃心知道，若是惹恼了这群人，绝对没好下场。算了，欣欣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以为大家都和你们一样作战经验丰富吗？叶老大闻言也不再多说什么，陆燕则是深深看了桃心一眼。苏西躲在暗处，将陆燕的眼神看得清楚。这妹子危险了！突然，一阵天摇地动，地表出现一条裂缝，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。直升机掉进裂缝了！救命啊！苏西趁机冲向掉进裂缝的直升机。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枯叶蝶，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一、以枯叶蝶之身存活24小时；二、骗过10个人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神级伪装术，任何异能都无法识破你的伪装，请进行选择。现在的情况，苏西并不想变身，本想先收集起来，但扫视一圈都没有找出哪只是枯叶蝶。我选永久变身。地洞持续了2分钟才安静下来，叶心柔一脸惊吓过度的呆愣在原地。心柔，过来坐这。苏西赶紧又钻进一片大枯叶底下，一阵风吹过，吹走了头上的枯叶。尼玛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另一边，3名战士合力将一位队友救起，此时正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。苏西找准机会，挂在他们旁边的灌木丛上，又取出一块石头丢到地上。那战士受惊起身，枪口对准身后。怎么了？其他战友见此也纷纷抱枪而起，警惕四周。这么紧张的时候不知道关机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嘿嘿，这个任务还挺简单的嘛。苏西当即调转方向，向将离他们藏身的峡谷飞去。然而，远远的看到山体被大裂缝分割时，苏西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们不救我去救，你们放开我！思源，你冷静一下，没人说不去救，只是说要研究下怎么救。这大裂缝谁也不知道有多深，这样贸然下去，别说救人，自己能不能上来都不好说。是啊，孙源，你冷静点。有人掉下去了。苏西环视一圈，发现李超不见了。哎，炮灰想要活下去还真不容易啊。小孙，你别冲动。要不是江离和班长吵架，班长也不会分心失足。住嘴，孙源。所以你认为是我害死了叶超？他看到地面那些破损的仪器，就不顾一切要去找人。这做法，我有理由怀疑你们俩和那些坏人是一伙的。我看你才心怀不轨，先害死队长，再来对付我。你不会是想把秦老据为己有，好去研究怎么提取别人的异能吧？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孙源一脸愤恨地扑向秦老，对准秦老扣动扳机。苏西大惊，就要过去救人。秦老面前突然立起一道防护墙，挡下了孙源的进攻。同时，一枚火球扑向孙源，孙源不得不收枪退避。江离趁机冲过去，一手刀砍晕秦老，同时冲愣在原地的众人喊道：“孙源有问题，你们还等什么？快反击啊！”裴寂催动异能。紧接着，宋婉宁的攻击也到了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混蛋！
要杀了他吗？我感觉这人有些不对劲。我也觉得孙元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，但秦老是西西救下的，他现在不在这里，我们得守好他。先控制住孙元，等苏西回来，他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。江离扛着昏迷的秦老躲在树道防护墙后，静静不说话。现在他谁也不信。孙元怎么吐黑血了？我看看，他死了，牙齿里藏有毒，咬毒自尽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死士这一套？裴哥，孙元不是你曾经的战友吗？他怎么会是死士？我已经离队有一段时间了，队里现在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，万一他死前把我们的位置传出去了，对方那么多人，真打起来我们肯定吃亏。江离，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？孙元死了，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，请你不要丢下我们。他们所处的大裂缝深不见底，离地面也有40-50米，最安全的撤离办法就是利用江离的吐息异能挖地道离开。原本是共同抵抗天道的队友，一转眼却对自己人发起了进攻。江离察觉到孙元的不对劲，迅速将自己和秦老隔离保护起来。江离，孙元死了，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，请你不要丢下我们。他们所处的大裂缝深不见底，离地面也有40-50米，最安全的撤离办法就是利用江离的吐息异能挖地道离开。这些人也是姐救下来的，万一真被抓走，我也没办法向姐交代。想到这，江离打开防护墙，把孙元尸体带上，等我姐回来，说不定能看出问题。裴寂，你搜下孙元的身，别让他身上带有定位器什么。宋姐姐，等裴寂搜完身，你继续把孙元冻上，以免再出什么幺蛾子。这小子还真是谨慎。事发突然，死了2个，秦老被敲晕，还有楠楠因为害怕一直捂着眼睛。现在就差最后一个任务对象了。苏西决定出去碰碰运气。远远的，苏西突然看到一块石头后有一抹白光，那是医宝的光芒。离得近了，才发现是一张巴掌大小的明信片。这是什么医宝？收了再说。苏西看向不断下降的水位，这次的大洪水冲刷了整个城区，不知冲了多少医宝出来。什么任务不任务的，晚点再说，现在抓紧时间找医宝才是正事。苏西当即在四周转悠起来。天光渐隐，夜幕降临，小小的枯叶蝶不知疲惫地飞在空中。一夜过去，看着眼前整齐摆放的7个医宝，苏西兴奋得差点跳起来。真是大丰收啊！不过变身任务也快到时间了，得赶紧找到最后一个任务对象。然而苏西转悠了半天，半个人影都没见到。要不回去找找江离？秦老现在应该醒了，一个眼神不好的老头应该很好骗。唉，要是有电话就好了，直接一个电话过去，分分钟找到人。突然，苏西灵光一现，从空间里取出医宝明信片。明信片成了医宝，技能大概率也和通讯有关，怎么激活呢？苏西打算给江离写一封信。可爱的弟弟江离，见信安好，我在一线天等你，半小时内不来与我会合，你就等着挨抽吧。你漂亮温柔善解人意的姐姐苏西舒。一切都弄好，苏西期待地看着明信片，结果没反应。书写格式没错，邮票也有，那唯一能出现问题的就是这邮编了。苏西立马擦了邮编，把江离的生日填上去，结果明信片依旧没有反应。想了想，苏西又擦掉邮编，重新写上030628，这是他第一次帮江离出头打架的日子。后来每年的这一天，江离都会送他一份礼物。成了。然而等了半天，除了白光闪烁，一点其他动静都没有。不会是死机了吧？啥情况？激活失败了？难不成又是狗天道从中作梗？见我一下子得了这么多医宝，就想破坏几个？突然，明信片上有字迹浮现：漂亮温柔善解人意的姐姐苏西，见信安好。我已全速前往一线天，预计10分钟后到达。可爱的弟弟江离书。这笔记苏西再熟悉不过，是江离的。不是，医宝还没激活呢，信就传出去了。恭喜你，信息填写正确，并收到对方的回信，成功激活医宝明信片，获得千里传信的技能。默想便可照出明信片，写下内容与收信人名字，填上特殊意义的日期，就算对方相隔万里，都可将信息传与对方。注意，每天只能发送3份明信片，每个收信者都有单独的日期编号，信只有发信人与收信人可见。这个技能在如今这样的大环境下还真有用。苏西来到一线天，江离还没到，就找了个角落躺平装枯叶，一边意识进入空间，看着地上的医宝，最后视线落在收纳盒医宝上。这盒子很可能是空间属性的医宝，可以给江离用，就是不知道能开出多大的空间。奇怪，姐不是到了吗？人呢？江离看了一圈，没看到苏西的身影，神色微变，还以为自己中了诡计，便要撤退。我在这呢，这呢。很好，看我不抽你。区区一片，落叶也成精了。江离盯着眼前气势汹汹拍打着翅膀的叶子精，陷入了自我怀疑。突然，他好似想到了什么，试探着喊了一句：“姐，是你吗？是的话，就3长2短，扇动翅膀。”我扇你个腿！这泼辣劲是姐没错了。嘿嘿，姐，你事情办完了，还是外面出现了什么变故？对了，之前挖的地道被大裂缝撕了，我就换了个地方。还有，事发突然，李超掉下大裂缝了。苏西没时间听江离细说，便越过他向山洞内飞去。姐，秦老没事，之前虽然莫名其妙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我怕这老头也出现那种情况，就干脆把他敲晕了。苏西飞上前轻轻拍了拍秦老的脸，江离立马会意。姐，你是要我把秦老弄醒？江离二话不说，上手就掐秦老的人中。秦老，醒醒！很快，秦老的眼皮动了动。再骗这一个，我的变身任务就完成了。秦老，你醒了。
欧了，现在就等变身时间到，就能领取奖励了。江离琢磨要不要再次把秦老敲晕。哎，别敲了，我没事，我正常着呢。老头子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就不怕再敲一次，我直接醒不过来？这不至于吧？你知道孙元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之前被人抓着做实验时，那帮人里有一个催眠术异能者，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催眠一个人。原本我以为那人死在那场混乱中了，现在看来，他肯定和我那学生混在一起，狼狈为奸了。江离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可怕异能，惊疑不已。苏西心里却暗暗嗤笑，这秦老明知自己学生能提取他人异能，居然还说两人狼狈为奸。要我说，那人的异能80%已经被傅恒提取据为己用了，哪还有命在？恭喜你完成任务，获得神级伪装术，任何异能都无法识破你的伪装。技能到手，苏西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困意便排山倒海般袭来。快退后，江离，小心！鱼掉出来了。江离，鱼，什么情况？苏西猛地睁开眼，眼前的光亮在快速远退，但很快他发现是他在急速下坠。姐，你醒了！刚刚又地洞了，一条大裂缝直接开在我脚下，我躲闪间没拿稳鱼掉下来了，不过我又给抓住了，还活着。你看什么大裂缝？苏西立马结束变身，快上去！裂缝下有很恐怖的异变生物，晚了就完了。西西，你回来了！众人看到苏西意外又惊喜地围了过来，苏西却突然一阵心惊肉跳，来不及理会众人，甩手一枚火球砸进裂缝中。裂缝中的黑暗接触到火球，突然像活了一般向四周退开。这什么情况？大裂缝里有怪物！阿离，你把秦老背起来。裴寂，你抱着楠楠、婉宁、苏念、苏白，你们抱着阿离和裴寂的腿，我带你们上去。快，晚了都得交代在这。眼看众人就要冲出裂缝，突然一根触手卷了出来，快攻击！江离立马一个火球砸过去，宋婉宁也挥手一片冰刺扑向那触手，同时三枚弯刀以三角之势对那触手进行绞杀，却都被那触手凭借速度优势躲过。不过就是阻挡的这片刻，苏西也提着众人冲出大裂缝，一口气冲到山顶。苏西反身看向大裂缝，甩手一个火球砸下去，火光笼罩间，密密麻麻全是大大小小的触手。这要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这一幕，不得当场崩溃。众人心惊肉跳地看了片刻，发现那些恐怖的触手只能在裂缝的范围内活动，又纷纷松了口气，好奇地看向苏西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从大裂缝下面出来的，速度奇快，喜吸食血肉。也不知道是只有这片山脉下面有这怪物，还是整个大陆下面都有。要是都有，那只能祈祷所在地方不要发生地动吧。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难看无比。如果全球地下都有这种怪物，人类也早晚会被出事。世界这么大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能够让我安静地待着看会儿手机？哎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vivo X100 Pro 还卖了2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都末世了，都异变了，你还想找一片净土？你太天真了。想那么多干嘛？活一天就好好把握一天的时间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就算没有路，我们也可以骑车爬上岸，不是？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学愚公移山，开出一条路来。众人精神一振，从刚刚的低迷气氛中脱离。江哥，你说的真好，这有什么？不过是生活的一点感悟罢了。你们要想听，我还有很多。好了，现在这里不安全，洪水也退了，我们休整一下，继续赶路吧。晚了，被隔在天堑这边就完了。哎呀，孙元的尸体落在下面了。丢了就丢了，孙元8成来之前就被人催眠下达过命令的，一旦触发了任务开启口令，他就会性情大变。你们以后遇到其他人都提高警惕，不然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秦老又给大家补充了关于催眠术的一些手段。突然一阵地动山摇，不会吧，又要出大裂缝了？苏西回头就看到一群人往他们这边冲来，看着人群中间裹着的一抹白，苏西都不用看脸就知道来者是谁，是金牌扫把星带队来了，真晦气。苏西转身提起秦老，提醒众人，大家小心，看到那个穿白裙子的傻逼了吗？一定要离他远一点，那人有个说明书异能，只要站在他3米内，被他盯着看3秒，他就能看到你所有的信息。你们也不想被看光光吧？大家嘴角忍不住狠狠抽了2下，谁都没有吭声，只闷头跑。苏西一边跑一边默默催动神级伪装术，将可变身的生物选项全部隐藏，获得的天赋异能留下火系、万象之力、风之翼，其他的也全部隐藏。至于空间异能，苏西将1万多立方米的容积直接改成10立方米，这样一来，叶家便不会怀疑到他。毕竟这10立方米可装不下一辆轿车，更别说直升机了。再快点！众人再次提速，结果没跑2步，前方树林中也响起密集又急促的奔跑声。怎么办？前面是未知生物，左边是扫把星，右边是大裂缝，只剩下后方可以跑了。来不及了，这座山头肯定都被围了，抓紧，我带你们飞过去。等众人准备好，苏西深呼口气，展开翅膀就要冲天而起。苏西姐姐，苏西冷嗤一声，头也不回，猛地扇动翅膀。震耳欲聋的嘶吼声在耳边炸响，众人看清周围情况，人都吓飞了。血魔！天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血魔？姐，你是不是发力过猛，带着我们一头扎回城区了？苏西疑惑地打量四周，我这是把大家拉到哪儿了？等我飞起来看一眼。姐，
怎么？虽然现在还不确定，但八成咱们是被阴了。被谁阴了？刚刚那波人吗？之前那群人好像在喊我姐，之后咱们就搜一下到这里了。这是对方的异能吗？苏小姐，你飞起来看一下不就？等等，不会不能飞了吧？我刚试了，翅膀召唤不出来了，具体什么时候能好，或者再也好不了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只能说，大家最好忘记我有这个能力，认真面对眼前的困境吧。姐，你看看天上。卧槽，那流光溢彩的大翅膀怎么那么眼熟呢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该死，居然不知不觉中了招。这群人是谁？怎么拥有和西姐一样的漂亮大翅膀？等等，不会就是被这些人偷了吧？姐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这账迟早要讨回来。苏西看向空中远去的人，心中的杀意达到顶点。突然，那群人折了回来。他们怎么回来了？众人都对飞回来的这群人严阵以待。姐姐，你这翅膀可真漂亮，心柔好喜欢。姐姐别生气，心柔只是借用2天，到时候会还给姐姐的。对了，你们在地面可能看不到，这片山头已经被血魔潮攻占了，想要安全离开这里，只能飞出去。不过姐姐放心，心柔既然得了这一能，就不会不管你们的。我现在就放下绳子，大家抓紧绳子，我带大家飞出去。我才不信他有这么好心，我就怕他把咱们拉高高，然后又一脱手从高空丢下去。啊，楠楠不想摔成肉饼。既然如此，江离一把抓住面前的绳子，然后冲其他人使了个眼色。众人会意，纷纷伸手来抓绳子。叶心柔赶紧松了绳子往回飞。心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没想到姐姐这么恨我。这一幕顿时刺激的男配们红了眼。好心救他们，他们居然恩将仇报，那就让他们都去死！满脑子就想着算计人，大家别客气，必须得给苏西点颜色瞧瞧。一时间，各种异能飞舞着向地面攻击而来。叶老大是精神异能，快拉地道，我们先去地下躲一阵。话落，一座堡垒瞬间将众人笼罩在内，同时失重感传来，众人瞬间下坠，落在一个斜坡，向地底滚去，直到地下50米，确定脱离精神攻击的范围才停下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被精神攻击了一下，缓一会就好。是我莽撞，害了大家，对不住大家了。这是咱们共同的决定，怎么能怪你？那绳子一拉就掉下来了，说明对方也并不是真的想救咱们的。咱们要真信了，指不定这回已经被坑死了。苏西按了按太阳穴，在超凡自愈和治愈术的双重加持下，精神攻击带来的头疼已经恢复了很多。他们不可能会救我们的，至于为什么，等时机成熟我会告诉大家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都检查下自己有没有哪里受伤，我给你们治疗一下，好赶快离开这儿。不对劲，你们快看那地面怎么在动？众人低头看去，土包被顶破，一根黑色触手探了出来，紧跟着第2根、第3根。苏西从惊骇中回神，快，阿离，强化地面！江离照做，紧跟着宋婉宁又冰封加固了一层。众人一起拼命向出口跑去，大家做好准备，地道外面还有铺天盖地的血魔潮，说不定我们一出去就会被血魔潮淹没，一定要集中精力做好防护。果然，他们一冲出地道口，就受到四面八方的血魔攻击。空中，叶心柔的队伍已经慢慢远去，在他们飞行的路线上，不断有血魔叠罗汉想把他们拉下来。叶心柔只能带着人左躲右闪，歪歪扭扭的向前飞。真是白下了这么强的异能，要是我早带着众人飞没影了。苏西不再关注主角团，专心应对眼前的危机。一波又一波血魔倒下，身后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血魔潮。现在怎么办？不到最后一刻，绝对不能放弃。他娘的，真要出不去，就和他们拼了！杀一个不亏，杀2个血赚。苏念脸色惨白如纸，手里紧紧攥着军刀。秦老一路跑来，都有人扶着拉着，但到底年纪大了，到现在也不过剩一口气强撑着。秦老，坚持住，我姐一定能带我们冲出去。我相信西西，我们一定能活下去。哎，要是有个飞机就好了。你会开吗？啥？我有直升机，你会开吗？不会，我长这么大连飞机都还没坐过呢。我会啊，我会开直升机。15岁那年，爸爸送了一架直升机给我当生日礼物，我就学会了怎么驾驶，每年寒暑假都会开几次玩玩。贫穷限制了我的认知，那我们先找一块平整的地方，我把直升机取出来。去那里，那边是一块平地，停放直升机正好。而且那山头3面几乎呈90度的峭壁，可以当做天然的屏障，阻挡大规模的血魔围攻。直升机刚起步时受到冲击，很容易出事。苏西看着那山头，正如裴寂所说，便点头同意。裴寂，你来带队，我去断后，大家保持好队形，我们冲过去。众人快速站好队形，一路拼杀冲向预定的山头。苏西迅速将直升机取出，让宋婉宁上去研究。秦老、苏白、苏念、楠楠，你们也快上去。地面就剩下苏西、裴寂、江离3人护在直升机周围，阻挡汹涌而至的血魔。很快，直升机缓缓启动。你们快上来！突然，一声厉啸在远处响起，漫山遍野的血魔突然僵在原地，下秒又像打了鸡血般汹涌奔来。快走！宋婉宁立马控制着直升机向上拔高。远处又响起一声厉啸，比之前那道要尖锐急促许多。苏西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全力狂奔的血魔潮中，赫然发现有一只血魔居然站在树下一动没动，格外扎眼。这是进化出血魔降临了。
那血魔似是感应到什么，突然扭头看向苏西所在的方向。这只血魔试图把直升机砸下来，直升机被撞得一个趔趄，向下掉去。幸好宋婉宁及时反应，一阵手忙脚乱，才终于稳住。幸好是军用，质量过硬，不然就这一下80%得散架。飞这么高都看不到头，这血魔数量得多恐怖啊！从高空俯瞰大地，血魔就像一只只蚂蚁，密密麻麻多的人头皮发麻。这里是州城和西城的交接处，两个城市常住人口加起来近2000万。末世爆发后，80%的人都变成了血魔，只不过之前大多藏在城区，现在都跑了出来，挤到一块，视觉冲击力肯定大。前面有人，大家快做好防备。苏西狐疑地看向窗外，前方100米外有一串糖葫芦在缓缓飞着。又是这群扫把星，我们快走，别和他们撞上。你偷了我们的直升机，居然还想跑！我操！宋婉宁猛地一抖，直升机差点当场来个倒空翻，赶紧手忙脚乱地稳住。姐姐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可不能对我们不管不顾。苏西鄙夷地看着叶心柔，要不是天道护着，她早一头撞过去了。但她知道，只要一动手，他们现在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就会出问题。这几千米高空，真掉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不过不能打，可以骂啊。苏西将叶心柔上下一打量，哟，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你真是从头到脚都废废的。你不对，你全身上下有一点是别人拍马都追不上的。什么？叶心柔知道苏西不会有好话，但她还是好奇，到底是哪点能让她碾压所有人？脸皮啊，你的脸皮简直比城墙带拐弯还厚。抢别人一宝，又抢别人异能，说要用绳子拉我，其实是想摔死我吧？坑害失败，你扭头就走，把我们留在血魔巢中。那个时候怎么不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呢？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你又找上门来，咋地？你上下嘴唇子一碰，我就得原谅你？哼，丑人多作怪。看着叶心柔那张脸跟调色盘似的，一会青一会白一会红的，苏西只觉得浑身舒坦。这群人就是欠收拾。咦，阿离，你的力气怎么这么大了？当然是锻炼出来的，就是用了这个天天跳绳 App， 里面有数百款体感运动小游戏，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就能玩，边玩游戏边锻炼身体，简直太爽了，好玩又解压。特别是这个火爆全网的吃豆人游戏，不论大学生还是小学生，玩上几把吃豆人都就能让你快速瘦身，还有超多体感运动，而且全部免费畅玩。羊毛党快来下载天天跳绳吧！原来如此，苏西，我知道你对心柔有意见，但现在是闹别扭的时候吗？你总不能看着我们从天上掉下去吧？巧了，我还真能。你们要掉下去了，我保证拍掌叫好。苏西不再和叶家众人扯皮，直接让宋婉宁将直升机开到云层上方。和他废话干什么？我们直接冲过去把直升机抢了，到时候就不信他不服软。四哥，要不算了吧，我还能坚持的。叶心柔敢肯定，苏西半路上必定会出手阻拦，这可是天上，他一旦被攻击，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。心柔，咱们过去，你放心，他不敢攻击你的。你也发现了？有这个猜测，你既然也有这种感觉，那就8九不离10了。那我试试。看着叶心柔又带着众人向直升机逼近，苏西暗叹口气，让江离把火箭筒递过来。再靠近我就轰了你们。叶心柔继续逼近。苏西，有种你就开火呀！苏西看着越来越近，神色不见丝毫慌张的主角团，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这些人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？下秒，苏西神色骤冷，狠狠按下扳机。在主角团头顶10米处，一只飞鸟轰然炸开，叶心柔僵在空中，白着脸一动不敢动，其他人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去。再敢靠近，下一发火箭弹就不会射歪了。疯子，他是真不怕死。他们算准了苏西攻击叶心柔就会遭到反噬，想以此要挟他，却没想到苏西宁愿同归于尽，也不愿妥协一步。一时间，没人敢让叶心柔继续逼近。而直升机这边，苏西迅速取出一根粗麻绳，让所有人绑在身上，做好跳机准备。最后一个人刚绑好，头顶突然响起一片鸟叫声，直升机开始不受控制的往下坠。螺旋桨出故障了，应该是鸟群撞到了螺旋桨上，卡住或者是坏了。总之，这架直升机算是报废了。主角团众人看到这一幕，都露出解气般的笑容。心柔，我们判断的没错吧？只要他敢对你出手，就会遭到反噬。哈哈哈！要我看，心柔就是传说中的女主，受天道忽悠的，谁敢和她作对，谁就是反派，不得好死。你们不要这样说了啦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会？哎呀，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与此同时，苏西这边已经安全转移到新的直升机上。前世苏西试过了天堑后死在梁城外的，现在虽然经历了这么多意外，但天堑没过，死劫肯定还没过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而且苏西隐隐中有种感觉，只要过了死劫，或许就能摆脱天道限制，再攻打主角团就不会受到反噬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新生。我们必须尽快赶往梁城基地。夜半，直升机燃料耗尽，宋婉宁不得已找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山地停下。山间突然起了大雾，天上也开始电闪雷鸣，这是要下大雨的节奏。我们就地休息一晚吧，大家都别出直升机。我守前半夜，江离，你守后半夜。行。外面渐渐起风，开始飘雨，好在直升机的门窗关的严实，没有受到影响。众人此起彼伏的呼吸声，给人一种岁月安好的错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睡梦中的苏西突然一阵毛骨悚然，她有种被盯视着的感觉。是谁的注视会有如此强的压迫感？苏西很想睁开眼，但又莫名心惊。
好怕一睁眼就看到什么可怕的画面。这个时间点谁在值夜？外面有东西，怎么就没发现呢？苏西有的没的想了一通，最后一咬牙，猛地睁开眼，一张惨白的脸透过窗户偷窥睡梦中的众人。苏西被这种诡异的盯视感惊醒。是谁的注视会有如此强的压迫感？苏西鼓起勇气睁开眼，结果眼前一片漆黑。我忘了，之前睡觉把头蒙起来了。刚刚鼓起的勇气瞬间泄了一半。苏西正纠结着要不要扯下毛毯，却突然透过缝隙看到窗外的场景。只见那人脸上的肌肉慢慢抖动起来，很快一张脸变得模糊一片，然后又慢慢长出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最终变成了异能团老五的样子。难道是变脸异能？不等苏西仔细思索，这人的脸部再次抖动起来，好像有3股势力在争夺脸部的使用权。没有异能会是这种情况，这是被什么怪物夺舍了吧？苏西不再看那怪物，催动异能给江离写了封信。正值夜的江离收到明信片后，下意识看向窗口，窗外一片漆黑，什么也没有。那怪物在西姐的窗口，那里正好是我的视野死角。正想着，裴寂睁开了眼。裴寂瞬间进入警戒状态，江离向他指了指驾驶舱的方向。裴寂侧眸看去，一张五官扭曲的惨白大脸映在副驾驶位的玻璃窗上，在这样漆黑的夜里格外瘆人。这什么鬼玩意？江离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，示意他不要动，不要说话，又指了指还在睡的其他人，示意裴寂和他一起留意，务必要在他们清醒的瞬间提醒他们。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被鬼玩意不进直升机的原因是什么，只能尽力保持现状，以不变应万变。毛毯中，苏西不断思索如何应对这怪物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黑夜渐退，天边开始泛白，窗外的怪物还在变脸，没一点反应。怪物竟然不怕光！苏西的心沉了沉。突然，那怪物低头对准毛毯缝隙，咧嘴笑道：“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就在毛毯下面。既然发现我了，为什么不攻击？是不想吗？还是不能？”苏西想到之前因为叶心柔喊了一句，他无语的给了反应，结果异能就被换走，苏西就更谨慎了。不行，我得再给婉宁发条信息，免得着了他的道。好的，西西，我会注意的。对了，之前看到你换了新手机，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6 Pro， 比新机便宜3000多，是挺划算的。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你不要装了，我已经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你不要装了，我看到你了。一直没得到苏西的回应，怪物像得了失心疯般疯狂的吼叫起来。看来只要不理他，就不会遭受攻击。准备战斗！怪物的攻击却突然停了。是直升机，还有人，姐姐肯定在这里，我们下去。跟着眼前一暗，叶心柔拖着主角团众人落在了直升机前方。姐姐，真的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叶心柔看着直升机内完好无伤的苏西，心里恨得直咬牙，面上却一副开心极了的样子。笑得太假太丑了，我没死，你很失望吧？姐姐，我没有。什么情况？主角团瞬间乱成一团，苏西立马看向窗口，怪物不见了。这什么东西？众人都下意识远离人形发光体，没一个人想着上前去救。苏西一眼就认出，这就是盯了他一晚上的那个变脸鬼玩意。不用想，被这玩意包裹的人肯定死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看上去怪吓人的。众人听到这边的动静，纷纷围了过来。不管是什么，这玩意我们都惹不得，趁现在快走。宋婉宁立马去启动直升机。怎么回事？西西，直升机被磁场干扰了，这情况是不能再飞了，很容易出事。奇怪，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就被干扰了？不会是那群人搞的鬼吧？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步行离开。说完，苏西取出一个发光的收纳盒，递给江离。这个你拿着，应该是个空间异能，你激活吸收一下看看。江离也没推辞，拿过收纳盒，摸出一把折叠刀，准备放进收纳盒。等等，用这个试试。用1宝来激活1宝，说不定比普通物品激活效果更好。可惜没反应。这收纳盒不装东西，还能做什么？是不是放的东西太少了？一般收纳盒就是为了让房间变得整洁干净，多腾出空间。这盒子这么大，可以多放几个试试。有道理。苏西取出几个1宝放进收纳盒中，收纳盒瞬间散发出璀璨的光芒。成功了，快吸收。是空间异能，大约300立方米。不算大，但也够用了。这些你都收着，万一咱们意外分开，你们也不至于饿肚子。江离将物资全部收起来，顺带将其他人的包裹一起收进空间。我们走这边。苏西带着众人从另一侧下了直升机，悄悄往山林里走去。等大部队走出足够的距离，苏西又变身黑蜘蛛，偷偷摸了回来。直升机怎么消失了？苏西他们不会悄悄溜了吧？可恶！要跑路居然也不叫我们。我们也赶紧离开这里吧，免得这怪物吸食完小李再攻击我们。而叶心柔等人离开不久，地上的人形怪物一阵蠕动后，一分为二，变成了2个人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，看一眼空中的主角团等人，环视四周，向着苏西等人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。前方回到队伍的苏西突然一阵心惊肉跳，不行，不能这样走了，我们还是得飞起来。说着，苏西从空间里取出直升机，催促众人赶紧上去。快，都上去！众人难得见他露出惊慌的神色，也跟着着急起来，迅速爬上直升机。苏西将宋婉宁按到驾驶座上，不管还有没有干扰，都要想办法飞起来，哪怕原地打转也好，一定要飞起来！快！
宋婉宁立马启动直升机，高点，再高点。宋婉宁努力维持着直升机的平衡，同时尽力提升高度。苏西放下心来，低头观察窗外，就看到一棵100米高的大树梢上站着2个人。苏西终于明白那股惊悚感来自哪里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看那个怪物，他居然追来了，还多了一个。不过还好，只有2个，不是批量出现。苏西收回视线，有些疲惫的靠在鸡身上休息。我眯一会，有问题你们喊我。距离梁城50公里的地方，记得喊醒我。这个位置距离梁城也就800多里地，不出意外的话，1个多小时后就能到达前世苏西身死的地方。这么重要的剧情，这一次肯定会发生意外，我要早做准备。重生归来的苏西马上要面对上一世的死劫，这一次他要做好万全准备。空间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我居然还有这么多异宝待激活，这副眼镜之前研究过，现在也没有新思路，暂且放一边。盲盒这个我玩过，应该拆开就行。苏西取出盲盒，刚想拆开看看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之前的怪物。万一开出个怪物可怎么办？而且我还没度过死劫，有狗天道这么盯着，能开出什么好东西？收回去，收回去。苏西又取出手表一宝，这是一款老旧的银色腕表，神奇的是上面的指针还在转动。苏西将其戴在手腕上，手表没有反应。苏西看向上面的时间，现在这个时间顶多8点吧。苏西又取出一部手机，开机，马上7点了。苏西将时针调到7点，将分针调到12点，然后等手机上时间跳到7点，立马松开表把，秒针开始跳动，时间误差绝对不超过1秒。激活了！恭喜你成功激活异宝手表，获得时间异能，催动异能可暂停时间1秒钟，这1秒钟内只有你可以自由活动，或让时间倒退3分钟，24小时内限用一次，有效范围30米。暂停时间1秒钟，或让时间倒退3分钟。得找机会试一下效果如何。等平复激动的心情，苏西赶紧将这个异能伪装隐藏起来，免得被人窥视或偷换，然后继续查看其他异宝。这个发夹是要戴头上的吧？没反应，不对吗？苏西伸手想把发夹取下来，姐，先别动。苏西疑惑地回头，竟发现大伙都在憋笑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有异宝，你们没有，居然还笑得出来。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，谁怕谁？众人看着他头顶的发光发夹，笑不出来了。又想起之前激活收纳盒异宝时，苏西随手一挥就拿出好几个异宝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！看着众人郁闷的样子，苏西哈哈大笑起来。激活了，这也行？嘲笑人就可以？这激活方法怎么这么贱啊？全世界只有苏西开心的目的达成了。恭喜你成功激活并吸收异宝向日葵发夹，获得天赋向阳的心。此天赋将助你驱除一切负面情绪，让你永远保持着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。这异能不会是给我量身打造的吧？怕我在狗天道的打压下想不开自枪？还别说，获得此天赋后，苏西整个人都像时刻沐浴在阳光中一样温暖放松，甚至机舱内的其他人都感觉到了苏西的变化。相比其他人的诧异不同，江离则是暗暗松了口气。虽然苏西伪装得很好，但他一直都能感觉到他的不安、急切，甚至强烈的不甘。他的身上好像压着一座无形的大山，要把人压死。还好，这一刻一切好像都化解了。苏西心情美美的伸了个懒腰，趴在窗口看风景。我的天，好大的裂缝！一条漆黑扭曲的裂缝如一条毒蛇般蜿蜒在大地上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触目惊心。其他人也纷纷趴在窗口往下看。天啊，这是地洞式形成的大裂缝吗？这么宽，足有10几里地了。两边还看不到头，也不知道有多深，看起来是真吓人啊！这么大的裂缝，这么恐怖的深度，那触手怪得多恐怖啊！我们能安全过去吗？不会咱们刚飞到大裂缝上空，就来一根巨无霸将咱们秒了吧？宋婉宁降下速度，西西，我们要不要冲一下？不急，还是谨慎一些。我们先想个办法测试一下。你们看那里，是不是扫把星那群人？他们能穿过天堑吗？我很矛盾，既想让触手怪把他们团灭了，又希望没有怪物，这样咱们就能安全通过了。咱们跟上，保持距离，只要他们能安全通过，咱们就顺着他们的路线一起过去。明白。很快，叶心柔便带着人飞到了天堑上方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我们跟上，保持警惕。前方，叶心柔突然加速，双方的距离快速拉开。那扫把星又得了什么宝贝？速度居然比直升机快这么多！照这样下去，很可能咱们还在天堑中间，对方就已经上岸了。不追了，我们退回去，快！就在这时，天堑里突然伸出的一根半米粗的黑色触手向直升狂抽而来。我操！敌袭！话落，直升机外便裹起一层厚冰。直升机一侧严重凹陷，螺旋桨都被抽断一根，机身如炮弹般飞向远处。直升机失控了。好消息是，咱们是向着岸边飞去的。苏西看着越来越近的大地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然而下秒，前方突然伸出3根巨大触手怪向直升机抽来。我操！马上跳机，快！这要是被砸中，直升机就算不碎成渣，也会被抽向天堑中间，那真是没一点活路了。苏西取出绳子让众人绑上，又问宋婉宁能不能弄个冰晶滑梯，咱们滑下去。我试试。宋婉宁催动异能，一条冰晶滑梯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快，我们！苏西刚要招呼众人，那滑梯却突然崩碎成渣，消散在空中。宋婉宁再次凝聚出一条冰晶滑梯，结果依旧没过1秒便轰然崩碎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不成天堑上不能用异能？没时间了，快跳了再说，来不及绑的抓紧绳子。直升机直接被触手怪抽炸了，散落的残骸带着火焰如雨般向几人砸来。
一只巨鹰出现向众人撞来，江离也是个胆大的，居然趁机跳到巨鹰背上去了，紧跟着又将众人一一拉了上去。都抓紧，别被甩下去了。苏西观察到，不管天堑中多恐怖，岸上却一片干净，什么怪物都没有。怎么才能让这巨鹰把大伙送上岸呢？突然，巨鹰鸣叫一声，向着空中飞去。结果迎面一根巨无霸触手怪抽过来，巨鹰慌忙躲闪间冲到了岸边。好机会，快跳！苏西当即带着众人从巨鹰背上跳下来。大家都怎么样？平安顺遂一生，临老了，生活到四季激情起来了。苏念，你怎么了？西姐，我没事，就是有些腿软，缓一会就好了。于是众人便原地休息，恢复体力。一直到下午，苏西突然精神一振，身后呼的一声展开一对流光大翅膀。我的异能回来了！苏西带领炮灰团历经千辛万难，终于闯过了天堑，直到大家双脚着地，都还有种不真实感。我们居然从这密不透风的包围中活过来了，简直是奇迹啊！可惜我手机没电了，不然非拍一张留个纪念不可。这可是能吹一辈子的光辉事迹啊！我这有啊，来，大家靠近一点，我们一起拍张照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，那是劫后余生的胜利。此时，主角团等人正看着天堑的方向，议论着什么。也不知道姐姐现在怎么样了，可惜我借的风之翼到时间了，不然就可以飞回去救下姐姐了。叶心柔拼命压下心底的得意，她看得很清楚，那直升机被一条触手怪抽成碎渣，苏西肯定没命了。唉，那孩子是个福薄的，心柔你不用自责。妈，心柔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别多想。能带着大家脱离危险，我很开心。那我们快走吧，天快黑了，天黑之前要找不到安全的地方就麻烦了。话落，众人看了天堑一眼，齐齐转身离开。苏西这边已经扎起了营帐，准备就地休整。突然，远处有大批鸟群像是受到惊吓般向四周逃窜。不会是血魔潮过来了吧？我去看看。苏西展翅飞去，却因为距离太远，始终看不清到底什么情况。要是有个望远镜就好了。苏西突然想到空间里的医保眼镜，试试看。苏西戴上异能眼镜，看向鸟群的方向，依旧一片模糊，什么也看不清。还是太远了，看来不行。哎，这光芒差点把我眼睛闪瞎。恭喜你激活并吸收异宝黑眼镜中的能量，获得异能真实之眼，可破除一切虚妄，直观本相。什么意思？苏西催动异能看向四周，发现视力并没有任何变化。啥破异能？探查无果，苏西转身去与江离等人会合。众人正围坐在一起商量接下来的行程。野外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危险，我们一路走来，虽然有苏西用异能治疗身体上的伤残，却治不了精神上的疲惫。我们最好进安全基地好好休养一段时间，把精气神补足，再想其他的。苏西点头赞同。这一路上确实不容易，是得好好休息一阵。大家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我们就去良城基地。我没意见，反正跟着你走就对了。咦，你换新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iPhone 16 Pro 还卖了3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江离也跟着点头，只要有苏西在的地方，他都听他的。我们怎么过去？飞过去吗？不急，此地距离良城基地虽说还有300多里地，但天堑的出现势必会惊动基地内的人，说不定会派人前来探查。咱们还是避避风头，慢慢步行过去，也和扫把星们错开时间。听到这，在场几人都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。实在是遇到主角团的次数虽不多，但每次都是致命的，大家都对叶家没什么好印象。你们早些睡吧，我再去四周探探情况。说完，苏西也不给众人反对的机会，转身飞走了。探测到微异变的生物，一株杂草，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杂草3个小时；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。任务1，以杂草之身存活72小时；任务2，离离原圣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风吹草不折，若急而生刚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杂草的能力，同时获得杂草变异属性神迹分身。拥有此技能，会在你的体内凝聚一条命根，只要命根不毁，无论你受到多重的创伤，都可在特定条件下复苏。命根，这异能牛啊，相当于不死之身了。苏西立马选择永久变身任务。草地中多了一株碧绿油翠的小草，在一堆杂草丛中异常显眼可爱。过了好一会，苏西百无聊赖地伸了个懒腰，启用明信片给江离去了信。亲爱的弟弟，我现在很好，但暂时不能回去，你们明天休整好后慢慢前往良城即可。待我事情办完，便会与你们会合。切记路上要谨慎再谨慎，不但要提防异变生物，也要提防其他幸存者。差不多半个小时，苏西收到了江离的回信。美丽又强大的姐姐，你是不是又窝在什么地方悄悄变身了？为什么不带上我守护你？身为你亲爱的弟弟，我对被你如此嫌弃感到很伤心。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一旦有危险，一定要及时联系我。苏西没再回，窝在草堆里打盹。月光如霜，笼罩着大地，一株沉睡的小草沐浴着月光，随着微风轻轻晃动，好不惬意。却没发现黑暗的林中突然出现一双血红的眼睛，跟着是第2双、第3双，缓缓向着苏西所在的地方靠近。苏西猛地一个机灵，从梦中惊醒。什么情况？只是睡了一觉，怎么就被红眼睛包围了？苏西一边警惕四周，一边赶紧把自己从土里往外拔。死腿，快出来啊！警告，你现在是一株草，是不能离开土地的，离了土地，你就会很快干枯而死。啥玩意？苏西原以为变成一棵草，
也可以像小人参那样自由活动。难不成我要在这里一动不动的待上3天？苏西警惕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红眼睛，判断这些异变生物是食肉还是食草的。我这是捅了兔子窝吗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，肯定还有办法的。突然，一只黑兔子直接跳到苏西面前，张嘴就啃了一口草，原地咀嚼起来。10公分啊！再往左偏10公分就啃到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用火系、毒系还是？特么的，有老六啊！苏西在草根被刨出来的瞬间，催动时间异能，让时光倒回3分钟前。那时周围还没有这欠吃的黑兔子，苏西还是一株全乎的小草。来了！苏西快速给江离发了求救信，然后立马收拢根部，团住一个土球，用力向上拔。不能离开土，那我裹着土出来不就行了？这时兔老六又出现在他身后，苏西晃动的幅度更大了。草啊，你要争气啊！你也不会想被吃吧？耶，俺瞄准的那颗碧绿油脆的草呢？这草长腿跑了！苏西心惊肉跳的趴在一根树枝上，后怕不已。还好我这次反应快，不然可真就完蛋了。不应该啊，那只兔子似乎就是冲着我来的，明明旁边那么多杂草，偏偏逮着我啃。苏西挥出一个个火球砸向兔子，瞬间几十团火光将漆黑的夜空照亮。身后林子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奔跑声，苏西探出草穗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观望。一匹白马冲出密林，冲进如霜的月光中。这体格，这神态，这速度，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马。苏西迫不及待地准备追上去，密林中又传来了异动。那马跑哪去了？它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根本追不上。要是有姐姐的飞行异能就好了，它根本跑不掉的。心柔别担心，那马受了重伤，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，跑不远的。我们顺着血腥气追，一定能追上。心柔，等到了良城基地，我送你个飞行的异宝。晦气，有叶心柔的地方就有这些狗腿子。不过既然叶心柔没能第一时间收服这白马，说明我有机会。苏西赶紧隐在密林中，悄咪咪地向着白马飞奔的方向撤离。终于10分钟后，苏西找到了浑身是血已经站不起来的白马。我是不是失血过多产生幻觉了？一棵草居然还能长翅膀！见苏西悬停在自己面前不动了，白马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疑惑。这小草精要干嘛？我看你捂着肚子，是不是胃不舒服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你用用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多肽乌贝胶囊，中药成分，药性温和。我以前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常备在身上。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大好草。苏西催动治疗术，一团团白光落入白马伤口，白马原本惊疑的神色瞬间更惊疑了。这小草精竟然在救我，我的伤口瞬间不疼了。白马轻声叫了2下，似在表达感谢。苏西赶紧晃了晃叶子，让他别出声，免得引来叶心柔等人。白马显然也想到这点，立马闭嘴。找到了，白马在坡上。苏西示意白马快跑，白马愤怒的起身就冲叶老四奔去。结果山坡上又出现1道、2道、3、4、5、6、7道身影，白马立马刹车转身，狂奔离去。苏西被这一套流畅的骚操作给看呆了。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？白马却一点也没显得不好意思，扬头霸气的叫了一声。好马不吃眼前亏，能干咱就往死干，干不了就跑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也多亏了你给的多肽乌贝胶囊，我现在舒服多了。行吧，还是一匹灵活马。路上，苏西给江离去了封明信片，告诉他危机已过，还认识了新朋友，要去策马奔腾，共寻盛世繁华，让江离赶紧回去带大家躲起来。扫把星团队来了。很快，白马带着苏西来到一条河边，苏西观察四周，看到不远处有一片淤泥坑，顿时灵光一闪，有办法了，他们应该是根据血腥味追踪来的，我们把血腥味掩盖起来，看他们还怎么追。苏西立马示意白马过去，还贴心的在白马背上打个滚示意。白马瞪大眼表示拒绝。秃毛马还是泥巴马，你选一个。一株草居然会放火？不对，重点是我这么漂亮的鬃毛，你居然下得了手？白马疑惑，白马不敢置信。好马不吃眼前亏，泥马就泥马，到时候找个水坑洗一下，又是白白亮亮的。于是白马踩着视死如归的步伐来到泥坑边。要不还是……白马摔了个狗趴，整个马身都沾上了乌黑的淤泥。事已至此，也没什么好纠结了。白马当即在淤泥里打起滚来。行了，不能停留太久，再被主角团追上就麻烦了。一草一泥马迅速离开，不到1分钟，叶心柔等人便追到河边。奇怪，血腥味到这里突然彻底消失了。这泥坑里的淤泥有刚被翻过的痕迹，那白马居然有着心智，知道滚泥来掩盖血腥味。而且那白马伤得不轻，按理说跑不了这么远的，事实却跑了这么远，这白马不简单啊！那还能追踪吗？尖嘴男又在四周闻了闻，最后指着苏西和白马离开的方向。我只能确定那白马是往这个方向跑的，但想再定点追踪是不可能了。那淤泥遮挡了他身上的气味和血腥味，我根本闻不到。废物！叶心柔暗骂一声，脸上却不显，只是眨着眼，有些委屈。陆燕一看他这样，立马催促众人继续追。前方，一株小草扯着一匹泥马向峡谷对岸飞去，看着脚下湍急的河流，白马满心满眼全是抗拒，却又不敢动一下。等4脚着地，白马终于狠狠松了口气。妈呀，吓死马了！怎么一声不吭提起我就表演飞天啊？真吓死马了！现在主角团应该追不上了，
苏西打量四周，入目全是100米高的大树，树下杂草丛生，藤蔓横行。又仔细听了听，四周别说鸟叫，甚至连虫鸣都没有。苏西立马警惕起来，情况不对，这么茂盛的林子却没有鸟虫，只有一种情况，这里有很可怕的生物，吓得那些鸟虫都不敢过来。上次遇到这种情况还是遇到变脸怪的时候，这里不会也有变脸怪吧？想到这，整株草都不好了。再看白马还在吃，白马吃藤，抬头装作要咬苏西，却突然瞪大眼，惊骇地看向苏西身后。